同志，你这伤口在腰后侧，衣服和皮带勒着我没法处理，解开，趴过去。乔新月并不知道，眼前这位腰部受重伤的谢工程师，正是她5年前被算计嫁给的便宜丈夫。而谢钟明也不知道，眼前又瘦又美的女村医，就是他那个200多斤的胖媳妇。5年前，我在现代研究古医书时，昏睡了过去，一睁眼穿成了200斤的乡下胖丫。我那黑心亲妈看上谢钟明每月48块的津贴，你个天杀的，欺负了我家闺女就想跑啊！领证之后，他回城工作，只按月往家里寄钱，所有汇款全被我妈私吞。后来他骗我说谢钟明牺牲，把刚查出怀孕的我直接赶出家门。我咬牙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，带着2个孩子四处颠沛求生，常年劳作吃苦，体重一点点掉下去。最后我在山塘村落脚，开了一间临时卫生所谋生。谢同志，你这伤口深的怕是伤到肾脏了，再拖下去大出血，神仙也难救。手术台上不分男女，现在我只是救死扶伤的医生，听话，松手。同志，麻烦你给我换个男大夫，哪怕只是简单包扎一下，男女有别，不方便。命重要，还是你那点男女防线重要？方圆几十里就我一个能动刀的。乔同志，是不是没救了？这要是腰废了，钟明下半辈子不就瘫了吗？能治，但伤口里有碎石片，离脊椎太近，手术费我要再加30。同志，你之前说好的30的，咋还能如此坐地起价？之前你只说是外伤缝合，但现在异物入体，一旦切偏了，他这辈子就真瘫在床上了。这手术难度，除了我，没人敢。愿意加钱的话，我这就开始手术。你趁火打劫啊！这女同志不仅医术来路不明，难道还是个贪财之辈？做不做？伤口离脊椎和肾脏都很近，里面还有碎石残渣，时间拖得越久，一旦感染扩散或者压迫神经，你这辈子就等着瘫在床上吧。加30就加30，只要你能把它治好，赶紧手术。拿剃刀来，先给他清理伤口周围。你往哪儿摸？伤口在腰侧靠后的位置，被皮带和裤腰挡住了，不清理干净没法消毒缝合，老实点。这个女医生手劲儿竟然这么稳。清理完了，现在打麻药，针头直接扎在脊椎附近会有点痛，忍着点儿，1、2分钟后就没感觉了。你这伤得深，要是伤了神经，以后腰部能不能使上劲儿我也不能完全保证，但我会尽全力。还有感觉吗？有。现在呢？没感觉了。那我开始取异物缝合了。好了，麻药药效过了会很疼，这几天不能剧烈活动，皮带也不要系，免得磨到伤口。等我空了，我会来检查你的恢复情况。感觉怎么样？腰还麻吗？疼，但还能忍受。乔同志，谢谢你。拿钱办事，应该的。我看看伤口。那个，我没穿上衣，裤子也松着。乔大夫，我觉得伤口不疼了，就不看了吧。我得看看有没有渗血，还得判断你这腰部的神经反应正不正常。真的恢复的挺好的，不劳烦了。谢同志，我是医生，我得确认你有没有术后感染，否则万一里面化脓，你以后这节腰就废了。腰要是废了，你以后连走路都打晃，更别说干体力活或者过正常生活了。娶媳妇儿了吗？提到娶媳妇儿这件事，一包给牲口用的药让我彻底失去了理智。等我醒来，看见的是胖成那样的她，我没法逃避，那是胖丫妈设好的局。别乱动。怎么，谢同志是怕我打听你家事，想赖掉那30块钱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伤口太深，虽然没伤到脊髓，但腰部的神经受损严重，如果不配合复健，以后这半边身子可能会经常麻木，甚至影响某些男性功能。如果你家有媳妇，这事儿最好别瞒着，毕竟腰伤不是小事，以后日子长着呢，你媳妇也有知情权。不劳乔同志操心，这些年来茶店村不断寄信说他在村里偷鸡摸狗横行霸道，我除了津贴还要额外寄钱给平事。那个所谓的家只是个无底洞，我不求对象能像乔同志这般漂亮能干，只要不继续给我惹麻烦就行。嘘，乔同志是不是很久没休息了？何止是久啊，矿上塌方送来好几个，乔大夫连着做了10几小时手术，他是铁打的，咱们这儿的村民也心疼。让他在这儿歇会儿吧。
醒了吗？妈妈，粥熬好啦，你昨晚就没吃晚饭，赶紧喝点粥。妈妈，再啃根玉米棒子。乔同志，这两女娃都是你闺女？双胞胎？安安，今天你是不是天还没亮就又起来烧火做饭了？对呀，我怕妈妈饿着。乔同志，这两个女娃娃是你亲生的？哼，我和妹妹当然是妈妈亲生的。哼，叔叔眼睛不好使吗？这都看不出来，没看见我和我妹妹长得跟妈妈一模一样吗？叔叔吃吗？我妈妈炒的可香啦。叔叔不吃，谢谢你。这乔同志养两个娃不容易，难怪做手术要坐地起价。谢同志要喝碗粥吗？我家灶台上还有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一会儿村长会给我送吃的。你不要命了！乔同志，你没事吧？娃呢？有没有事？去隔壁屋躺下来，我看看伤口。警告你老实躺着，你伤在腰侧，离脊髓近，再折腾，下半辈子废了可别哭。废了更好，省得回茶店村面对那段荒唐仗，也不用再被胖丫那家人纠缠。不是让你卧床吗？命不要了！矿场塌方，他瞒着我跑去救援，徒手刨出生命通道，腰上的缝合线全崩了。这个硬汉心里装着百姓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乔同志，这2次缝合要加钱不？救人英雄，我不收钱。去烧热水。伤口撕裂严重，必须去城里买这款特效抗生素，否则他这节腰保不住。偏远村医能写出如此漂亮的英文，这绝非普通村姑。乔同志，这洋墨水写的啥？你真瞧得懂？广表抗生素，针对感染，每日3次。以前跟过刘洋大夫，认得几个字母，能治病就行。医术精湛，通晓英文，还带着2娃隐居深山，疑点太多，必须向上级报告。找谁呢？临走还见着救命恩人？哎，谢首长找小乔大夫吧。不巧，昨夜孩子发急症，他天没亮就带娃进城瞧病了。难怪卫生所锁着门，看来是我们想多了。他这一周除了看病就是带娃，许是哪家落难的大家闺秀。走吧。乔清月，我们还会再见。药费太贵，手里的60块钱根本撑不过1个月。师傅，没放花生吧？我家娃花生过敏。纯糯米面炸的，放心吃。同志你好，我是来谢江谢厂长家应聘保姆的。妈妈，这里好漂亮呀！如果谢厂长家愿意留下妈妈，你们以后就能在这儿上学了。兰姨您好，我是乔新月。哎呦，快进屋，别客气。我家5个儿子4个孙子，全是带把的，就缺暖心小宝贝。你的情况堂婶都说了，本来说好1个月30块，但听说你懂中医针灸，老爷子正需要调理，冲你这医术，我1个月给你35，管吃管住。谢谢兰姨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这间书房腾出来给你和娃住。兰姨，谢厂长还要看书，我们睡堂屋地铺就行。听我的，就住这儿。记住，这间房你平常绝不能进，他的衣服也别洗。为什么？这是我老四的房间，他领地意识极强，最讨厌别人碰他东西。他叫谢忠民，是个工程师。谢忠明，同名同姓，一定是他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谢同志，乔同志，谢叔叔好。妈，我回来了。谢同志，乔同志，谢叔叔好。安安、宁宁，乖。钟明，你们认识？兰姨，在山塘村时，我给谢同志做过手术。老四，我听说你在山塘村伤了腰，老实跟妈说，伤到小小谢没有？妈，
他怎么会在我们家？罗市长家的堂婶介绍的，说他懂医术，又是同村。堂婶主动介绍的。兰姨，你们吃，我先去给奶奶喂饭。姐姐，我想吃肉。听话，妈妈说了，主人家的肉我们不能碰。嘴要甜，饭要少吃，多干活，这样我们才能留下来，妈妈才能拿到钱给你买药。老谢，那俩孩子在厨房吃青菜油炸推来推去的，小乔带娃太不易了，再给他加5块，1个月40。行。还有，老四在山塘村动的手术是小乔做的，你说他可别真断子绝孙了，你找机会问问。下来，小乔，以后你和孩子必须上桌吃饭。兰姨，这不行，不合规矩。小乔，咱家没那么多规矩，以后必须上桌吃。钟明，赶紧给小乔盛饭。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小乔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爸，境外势力渗透的事有眉目了。我在山塘村腰部的伤绝不是意外，有人动了手脚。我在矿难中险些丧命，他刚好懂医术给我动手术，现在又刚好来咱家当保姆，这连环套太完美了。小乔干活踏实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这事儿您别告诉妈，我自己查。乔同志，房间收拾好了。这样已经很好，谢谢。乔同志，在山塘村没见有人帮你带娃，家里没其他人了？没别人了，就我带2个娃。冒昧问一句，在山塘村咋没见过你男人？他是干啥的？乔同志别多心，如果你爱人也想进城，我可以帮忙打听个营生，这样你们夫妻能常团聚，孩子也能经常见到爹。是呀，小乔，你男人是干啥的？可以让他来大院，好有个照应。谢谢兰姨和谢同志的好心，不用了，我男人和我结婚没多久就牺牲了。对不起，提了你的伤心事。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带着2个娃，早就习惯了。老四，小乔在山塘村给你动了手术，你觉得他医术到底行不行？真能给老太太扎针灸？爸，可以让乔同志试试。他太年轻了，我怕扎出好歹，要不还是只让他做日常护理。针灸的事儿，下次他提起，你帮我婉拒了。爸，乔同志的医术确实过硬，可以信他。爸不是不信，是你奶年纪大了，经不起折腾。你腰上的伤不影响以后生娃吧？缝了几十针，不影响。那就好，可别断了后。你和胖丫的事，爸，这辈子我都不会跟他有孩子。兰姨，奶奶瘫痪多久了？有半年了。之前有过脑梗、脑炎或者外伤吗？平时有没有高血压、糖尿病或者心脏病？都没有，突然就这样了。行，那我先帮奶奶温和的调理一下。闺女，谢谢你。奶奶别客气。安安、宁宁陪太奶奶说说话。妈妈去外面收拾。阿兰，你瞧这俩娃的眼睛，像不像钟明小时候？这俩娃儿像钟明。妈，这娃长得跟小乔一模一样，哪像钟明？您是想抱曾孙女想疯了。谢同志。乔同志，早点歇着吧。谢同志，你的伤势恢复的怎么样了？用不用我帮你看看？谢谢，不用。今天是手术第8天，最迟这2天得去拆线，别拖太晚。这几天没感染吧？没有。乔同志，我回屋了。妈妈，爸爸也在这吗？爸爸在昆城厂区，不在锦城。这样啊。没关系，爸爸在天上会一直保佑安安和宁宁的。眼下得保住这份工作，挣钱给宁宁治病。谢钟明对我好像还有戒备，千万别砸了饭碗。小乔，起这么早啊？兰姨，正好，家里有些什么生活习惯和禁忌，您跟我说说，我记一下。也没啥，就是你谢叔爱吃辣，我吃不得。再就是我和钟明都对花生过敏，家里千万别见着花生就行。怎么会这么巧？兰姨和谢钟明花生过敏，我家大女儿安安也是碰都不能碰花生。唉，你是不知道，这花生过敏发作起来可吓人了，能要人命。兰姨，真是太巧了，我家安安也是先天遗传的花生过敏，轻则起疹子，重则窒息休克，确实很危险。兰姨放心，以后做饭我不用花生和花生制品。
咋就这么巧？安安也跟我和钟明一样过敏。兰姨，看来这娃儿跟你们家有缘分。娃豆妈想啥呢？这么出神？老谢，你说巧不巧？小乔的大闺女安安竟然也遗传性花生过敏。这说明谢家和这娃有缘，咱家没闺女，你就把他们当亲孙女疼。我看行，堂堂厂区厂长，回家竟给媳妇儿洗脚，碰到这样有爱又厚道的东家，真是运气好。乔同志，我妈让我给你烧的搪瓷盆。咋买这么多？我妈说女同志讲究洗脸洗脚要分开。谢谢你谢同志，也谢兰姨。对了，听兰姨说你也娶媳妇了，咋没见她？乔同志，这是你第2次打听我的婚姻状况。谢同志，你误会了，我来当保姆是为了养活孩子，真没打你主意。我就是一个带俩娃的寡妇，不可能有别的心思。是吗？我并没说什么，你何必急着解释？我只想好好干活，让我们娘仨活下去。我对你没有任何非分之想。钟明，那俩闺女眼神像你。奶奶，人家就是来干活的，你别看差了。那俩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像你，仔细瞧。这娃是乔同志和他亡夫生的，怎么可能像我？真是不可能的事。爸，我来试试。老四，伤口还没愈合，有点感染而已，没事。老四，你咋不去卫生科让大夫给你瞧瞧？这要是断子绝孙了，可咋整？兰姨，水管我来修吧。修完了，一会儿我给谢同志看看感染的伤口。乔同志，谢谢，不过不用了，我明天就去卫生科。谢同志今天已经去过卫生科了吧？是不是见卫生科都是女大夫？谢同志又不让人家给你处理伤口了？老四，医生眼里只有病人，不分男女的。你这样害羞，耽误了治疗，到时候真断子绝孙了，那可咋整？既然感染了，一会儿让小乔同志好好给你再瞧瞧。妈，我是不会和他生娃的。密封圈坏了。谢同志，家里有没有不要的自行车内轮胎？有的话，再帮我拿把剪刀来。抱歉。没关系。谢同志，你那里感染了，我再帮你处理。乔同志，不用了，我明天去一趟总医院。老谢，我瞧着小乔同志和咱家老四还挺般配的。要是老四能和胖丫离婚就好了。咋的？你还想撮合老四和小乔同志？老四还没离婚，这种事情可不能乱撮合。胖丫在乡下经常惹事儿，这5年回回写信就是要钱。小乔能干又漂亮，跟老四多合适。你可别乱点鸳鸯谱。小乔同志虽然是寡妇，但是她条件不差，不一定看得上咱家老四。真是荒唐，怎么能在梦里？谢同志，你大半夜换床单被套啊？我带宁宁回屋睡了。钟明，大半夜洗被套，梦见哪个女同志了？肯定不是你家胖丫吧？老实交代，是不是咱们新来的肤白貌美的乔同志？明早回厂里，你想带头做500个负重俯卧撑？你是周扒皮吧？我刚顶完夜班生产，你又折腾我！你快老实交代，到底梦见谁了？滚回去睡觉！我终究是有妇之夫，哪怕对胖丫再无感情，这层名分在，也绝不该对乔同志有半分歪念。老四，今天咋起这么晚？醒得早，在屋里画了会儿图纸。啊切！谁在念叨我？在这吃得好，睡得好，兰姨还总怕我吃不饱。再这么下去，真怕自己又胖回以前200斤的样子。钟明，茶店村来的紧急电报，不知道是不是胖丫出事了。老四，莫不是胖丫真出啥事了？这胖丫咋又在村里惹事？胖丫这次咋惹了这么大的事儿？偷了人家乡亲800块钱，800块钱几天时间就吃光花光，难怪能长200多斤。老四，你娶了个这般惹是生非的媳妇，难不成这一辈子都要当她的摇钱树了不成？钟明，兰姨说的对，这钱不能再给胖丫了，否则她以后指不定还会闯更大的祸。依我看，这次你干脆利落的拒绝胖丫，然后直接下离婚报告。不行，这次我得去一趟茶店村，这件事情我必须去查清楚。就算要离婚，也要等我见到胖丫之后，先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再打离婚报告。老四说的对，就算要离婚，也得去茶店村见一次胖丫，有啥话你们当面说清楚。老四，见到胖丫把事情处理妥当。如果这次胖丫不同意离婚，你就让她开个价，她要多少钱，我们谢家赔给她。爸，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。呀，这是谢同志来了吗？又到我们茶店村干啥来了？刘婶，我回来看看胖丫。胖丫？胖丫不是死了吗？谢同志你不知道吗？啊，刘婶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我怎么可能在开玩笑？不信你问问你丈母娘，刚好你丈母娘在那里掏大粪，你过去问问。妈，胖丫呢？我听刘婶说她死了。胖丫怎么可能会死了？什么时候死的？胖丫，她
胖丫她确实是死了。可是昨天村长不是还给我发电报，说是胖丫偷了乡亲家准备给儿子娶媳妇的800块钱，要被送治安大队吗？妈，胖丫到底什么时候出事的？又是怎么出事的？就是这几天，他偷了乡亲的钱，掉河里淹死了。真的淹死了？当然啊，我骗你干什么？丧事办了吗？下葬了吗？下葬了。胖丫掉河里淹死了，为什么不发电报告诉？下葬又为什么不等我回来？胖丫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不说清楚，我就自己去查。等我查清楚，这里面要是有什么猫腻，你们可没那么容易逃脱干系。钟明啊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反正他就一直没有回来。看来你还是不肯说实话。妈，胖丫那丈夫会不会把这些年寄给胖丫的钱要回去？要也没有，都花光了，哪还有钱还给他？他要是要我就倒地上哭，只是赶出去而已，又没杀人放火，不犯法的，放心。你确实没杀人放火，但是你把胖丫赶出去，胖丫生死不明，这是伤人，这是犯法的，我追究下去，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女婿啊，那胖丫实在是太好吃懒做了，天天啥活也不干，只知道吃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要不然他怎么可能胖成200多斤？我这个当妈的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所以才把他赶出去的。当妈的可以教育子女，但是你把胖丫赶出去，几年时间他下落不明，你不告诉我，还联合村长一起坑我钱财，这是敲诈欺骗钱财。你和你儿子还有那村长是要吃劳改饭的。日子过得苦啊，那钱早用来买粮和看病了，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啊！这不是钟明吗？我家北阳不是说你去茶店村看你媳妇儿去了吗？钟明，你咋不把你媳妇儿带回来？谢同志的媳妇是茶店村的，咋就这么巧，还能跟胖丫一个村？我媳妇儿不方便来大院，梅姨，我先回去了。梅姨，早啊！这是谢厂长家的保姆。梅姨，我是谢厂长家新来的保姆乔星月。刚刚我好像听谢同志说，他刚从茶店村回来。你不知道他去茶店村了？他呀是去茶店村看他媳妇儿去了。小乔同志，你不知道钟明的媳妇儿是茶店村的呀？梅姨，我也是刚刚到谢厂长家里干活，不方便打听这些事情。刚刚只是听到茶店村这个地名有点耳熟，就随口问了问，也没啥别的意思。梅姨，我再去打点酱油。刚好我也要去打酱油，我们顺路一起去吧。小乔同志，你也知道茶店村，以前在那里待过一小段时间。小乔同志，你说奇不奇怪？这钟明和他媳妇儿都结婚好多年了，却一次也没见他媳妇儿来过。但是我听谢家老太太说，谢钟明的媳妇儿长得跟仙女儿一样漂亮，人还特别能干。小乔同志，你说奇不奇怪？既然钟明娶了个漂亮又能干的媳妇，咋就一直不让他到大院呢？梅姨，我也不太清楚呢。小乔同志，你真不知道钟明媳妇的事情呀？你要是知道，你跟梅姨说说，梅姨保证不外传。是不是钟明和他媳妇的感情不太好？梅姨，我真不知道。我在谢家只想多干点活，把每一件事情都干好，不该我问的事情我一句也不会多问。所以以后您要是想打听这些事情，您直接问兰姨吧。我还要赶着回去照顾奶奶。梅姨，我就先走了。老四，胖丫真的失踪了？那这可咋整？人都失踪了，还咋和胖丫离婚？妈，眼下找到胖丫是关键。老四，要是能找到胖丫，你还是跟他把婚离了吧。我宁愿你多赔胖丫一些钱，也不愿你的婚姻如此不顺。那胖丫妈和胖丫哥净干这种坑蒙拐骗的事情，胖丫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妈，这件事情，这小乔同志不仅干活利索，还很有眼力见。妈，奶奶不能受刺激，胖丫的事情不要让她知道。放心，妈知道。钟明叔叔，叔叔去昆城的时候给你们带回来的玩具，给。哇，发条青蛙，谢谢钟明叔叔。老四，你咋不把你媳妇儿接到大院来？你孙媳妇儿也是身兼要职，很难走开，否则我早就带她回来孝敬您了。原来谢同志的媳妇也身兼要职，怪不得长期分居两地。奶奶，您这里可能会疼，因为这里很堵，不过疼是好事，多按几次，再配合针灸，慢慢就能疏通。奶奶您忍着点啊。乔同志，看来你十分精通中医。略懂而已，谈不上精通。哦，不知道乔同志师承何处？没正经拜过师，不过我们家族都是学医的。50几年的时候，我爸妈带刚出生不久的我下了乡，就一直没有返程的机会，所以我在乡下长大，跟着我爸妈学了很多医术知识。但是我爸妈已经去世了，他要么怀疑我想勾引他，要是让他知道我是那个没读过书的胖丫，这工作肯定保不住。调理奶奶身体这件事情，就辛苦乔同志了。我尽量。音乐啊，我那个孙子为人谨慎，刚刚一番询问没别的意思，你不要多想。我那个孙媳妇也是跟你一样，又高又瘦又漂亮，还特别能干。唯一遗憾的是，他们结婚5年了，还没生个娃。宁宁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宁宁，安安，快去给妹妹拿药。小乔同志，安安去拿啥药？要不要我赶紧去叫钟明回来，开车送宁宁去医院？兰姨，先别慌，等宁宁吃了药，观察15分钟，没缓解再送医院。小乔同志，宁宁是有哮喘病吗？妈妈，我没事了，你别着急。从生下来就有，先天性遗传的。
这病发作起来危险，要长期服药，药很贵，所以我很感谢兰姨给我的工作机会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干的。兰姨，你放心，哮喘病不会传染的，绝不会对你们造成影响。你瞧你，瞎想些啥？兰姨可没要赶你们走的意思。这几天看你干活利索，老太太也喜欢你，不用试岗了，你就长期留在我们家帮我搭把手，把心放肚子里，每个月我准时发工资。兰姨，别哭，你一哭我也难受，把这当自己家，别生分了。老谢，你快过来，我告诉你一件事儿。啥事儿？安安随我和钟明一样花生过敏的事儿，我跟你讲过吧？讲过。你说这世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更巧合的是，宁宁也有咱谢家的遗传病。今天宁宁哮喘发作，我才知道她吃的特效药跟你吃的那款一模一样。你说这两个娃咋能都有咱家的遗传病？还能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你仔细瞧瞧，安安那股子聪明劲儿，像不像钟明小的时候？还有宁宁的眼神，像不像钟明小时候花生过敏时的憔悴样？这两娃看上去明明和小乔同志长得一模一样，咋能跟老四一样？我让你仔细瞧，越瞧越像。这两娃不会是安安花生过敏，宁宁哮喘，这两样都是咱谢家的家族遗传病。你可别瞎想，咱们老四为人端正，不可能在外面乱来，这两娃更不可能是咱们老四的。兴许就是巧合，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这也说明这两娃和咱谢家有缘分。也是。老谢，我准备拿出咱家的布票，去买几匹好看点的布，给安安、宁宁还有小乔同志各做一身新衣裳。我看行。天气快热起来了，买透气的纯棉布，不要买的确拉，那面料看起来好看，热天穿着却容易闷着，别把俩娃闷出痱子。行，我买贵的。安安，去隔壁周婆婆家把酱油给妈妈拿回来。好嘞，厂长爷爷你回来啦。安安乖。看啥看？看也没你的份儿。小兵，你自己吃，别给他吃。周婆婆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你家讨东西吃的，我是来拿酱油的。啥酱油？就是中午你借走的那瓶酱油，我妈妈早上刚刚打的。不就是一瓶酱油吗？好像不还你似的。那你现在还我呀？你个小寡妇生的小贱蹄子，你教训谁呢？你说谁是小寡妇，谁是小贱蹄子？桂兰，你听差了，我刚夸安安这孩子长得水灵溜的，跟他妈一样好看。周婆婆，咋都空了？我中午借过来的时候就只剩一点了。你胡说，明明我妈妈早上才刚刚打满的一整瓶酱油。你这孩子咋净撒谎？该不会是你妈妈没打酱油，把这酱油钱揣自己包里摊了，却污蔑我把酱油用完了吧？桂兰啊，你请的这个小保姆人品可真不行，她今天摊一瓶酱油钱，明天摊1斤米钱，回头都说借给邻居了，这一个月下来不知道得摊你们家多少钱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小乔同志不是那样的人。大红，我要是听到你在背后再嚼小乔同志的舌根子，再说他和安安宁宁的半点闲话，我可是要叫家属委员会的陈主任来评理的。桂兰，我好心劝你提防着你家那寡妇小保姆，你却要找陈主任批评我，你安的啥心？你家那小保姆长得跟狐狸精似的，又是个寡妇，她指不定打着勾引你家几个儿子的主意，说不定她连谢厂长这样上了年纪都想勾引。你不留个心眼儿，你还护着她，你缺心眼儿吧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小乔同志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，不偷不抢，勤勤恳恳，做事本分，不是什么狐狸精。哼，就他长得那模样，不是勾引男人的狐狸精是什么？到时候你男人和儿子都被勾引走了，可别后悔。我可真是好心提醒你。周大红同志，你是真想让我把家属委员会的陈主任请过来？谢厂长，犯不着为了个小保姆把关系搞僵，保姆也有人格尊严，你乱扣帽子就该接受批评教育。我会写份书面材料交给家委会社区。周大红同志，你等着挨批吧。安安别怕，以后谁敢欺负你们，爷爷给你们撑腰。厂长爷爷，以前没人替我和妈妈撑过腰，您真好。以后爷爷奶奶都护着你们。奶奶，妈妈没摊酱油钱，周婆婆撒谎。奶奶知道是周婆婆爱占便宜，倒光了咱家的酱油。安安，快下来，怎么能让厂长爷爷抱？没事儿，我喜欢这娃。咋空了？那周大红几十年了，就爱占便宜，下次他再来，直接撵走。行，兰姨，你别气坏了身子。安安，快去再打瓶酱油，妈妈等着用。好嘞。桂兰，小乔，快出来！安安跟周大红孙子打起来了，大家评评理啊！这野丫头偷我家钱，还动手打人，没王法了！安安，伤着没有？妈妈，我没偷钱，是他先骂你，还抢我手里的酱油钱，我没让他占便宜。周大红，你纵容孙子抢钱还骂人，走，跟我们去见陈主任，分明是他打人，我老腰断了。黄桂兰，你家保姆打人，赶紧赔钱！寡妇带的娃就是没家教，跟野孩子似的。听说这小寡妇不光勾引兰姨儿子，连谢厂长都真是个狐妹子。周大红，是不是你到处造谣小乔？胡说啥？赔钱！嘴巴都放干净点儿！今天嘴碎的我全都会上报，是你们这些造谣生事的人该受处分。啥叫诬陷你家娃偷钱？他本就偷了我家2毛钱，还把我孙子推地上了啊！
周大红，你刚才不是喊着腰疼的站不起来了吗？你这小寡妇，你给我扎了啥？疼死我了！不是腰断了吗？怎么蹦得这么高？你说这钱是你家的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这钱上面有什么标记？钱不都长一个样，哪来的标记？这张2毛钱是兰姨今天给我的生活费，我用圆珠笔画了一道浅浅的红线。还真有一道红线。周大红，你家的2毛钱掉在你自己缝纫机底下的墙缝里了，你诬陷安安，必须向孩子和乔同志道歉。凭啥道歉？这死丫头片子跟我孙子打架，也得赔我孙子医药费。苏队长，您来的正好。我女儿虽然没受硬伤，但衣服扯坏了，精神也受到了惊吓。周大红诬陷栽赃，还纵容孙子打人，这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。如果不道歉赔偿，我们就直接移交机关，按规矩拘留。周大红，你是选择道歉赔10块钱，还是跟我们走一趟？我赔，安安，对不起，是婆婆冤枉你了。安安，用热毛巾把小脸擦擦，妈妈去把最后一个菜炒了。乔同志，你去忙吧，我来帮安安收拾。叔叔帮你擦擦，疼不疼？没受伤，不疼。那个小胖子才被我推了2个屁蹬呢。钟明，你还别说，安安这倔脾气真像你小时候。还有件事儿，妈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今天你去厂里的时候，宁宁哮喘发作了。小乔同志给宁宁吃的特效药，跟你爸常年吃的那款进口药一模一样。爸用的是特效偏方，宁宁的病跟爸一样。这2个孩子，难道是我的？老四，妈问你，你当年在外面除了胖丫，真没相好别的人？你跟妈说实话，安安，宁宁真不是你。妈，你瞎说啥呢？除了茶店村被坑的那一回，我一直洁身自好，从来没对任何女同志有过越轨举动。也不怪妈多想，实在是这2娃太招人疼了，而且偏偏都有咱家的遗传病，巧得让人心里直犯嘀咕。行了，别瞎怀疑，这关乎小乔同志的名声，都说是巧合，以后你就把2娃当亲孙女疼，别再瞎嚼舌根。在这里虽然是个保姆，但谢家人干活从不指望她一个人，一点没拿她当下人。也不知道谁有这么好的福气，能嫁进这样的家庭。让钟明去。这哪行？谢同志忙了一天了，这活该我来。乔同志，你和孩子们先坐下吃，我去给奶奶喂饭。最近兰姨天天大鱼大肉的投喂，再这么吃下去，真怕自己又胖回原主那200斤的模样。星月啊，今天忘跟你说了，你谢叔也有宁宁那哮喘病，连用的特效药都一模一样，这是谢家的老毛病。你瞧，安安花生过敏随我和钟明，宁宁随了你谢叔的哮喘，这2娃跟咱家太有缘了。以后你就当自己家，多吃点，别替咱家省粮食。安安花生过敏像兰姨和谢公，宁宁哮喘像谢厂长。这位谢工程师当年又正在茶店村结过婚，那个当年被我强行了的倒霉蛋，该不会就是他吧？不对，那个男人只是个小技术员，而谢钟明现在是厂里的骨干总工程师，而且听说谢总工的家属是城里的漂亮姑娘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兰姨，看来安安和宁宁确实跟谢家有缘，要是您和谢叔不嫌弃，以后就让他们把您2老当亲爷爷亲奶奶孝敬。哎呦，兰姨高兴还来不及呢。那以后啊，兰姨就直接叫你星月了。哎，兰姨。老四，星月从早忙到晚就没歇过，从今天晚上起，半夜给奶奶端尿盆的事情就交给你来做，别让星月大半夜的起来好几趟了。行。兰姨，这怎么行？谢同志白天要忙厂里的事情，晚上必须好好休息。再说，这些本来就是我分内的工作，你就听兰姨的。你来咱家干了太多的活，半夜伺候老太太的事情本就超出你的工作范围了。听话，今天别起夜了，让钟明干，这是他当孙子的，该伺候老太太。谢同志，晚上你别起夜，我来就好。这事儿你就别操心了，听我妈的。乔同志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住，我没看清，不知道你也下了楼。不碍事。乔同志，后半夜你就别起来了，奶奶应该能睡到天亮了。
谢同志，等一下，隔壁周婆婆的事，今天很感谢。我是站在公道上替你和孩子们说话。总之很感谢。谢啥？不过是搭把手的事儿。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再梦见前2日那个荒唐而又臊得慌的梦了。这要是剪了，多不合适。乔同志，谢同志，这么早就晨练完了，天天半夜起来帮老太太倒尿盆，体力还这么好。你伤口恢复的怎么样了？这么快就开始锻炼？好多了。乔同志，你晾在外面的衣裳被风吹到院墙外面去了，你去捡一下。哦，好，我一会儿忙完就去。现在去吧，一会儿大院里人来人往，看见了不太好。难怪他这么尴尬。星月，你可太能干了，会医术，会做饭，连种地都这么麻利。顺手的事，等过几天苗育好了移栽过来，夏天咱们就有吃不完的瓜果了。春燕、莹莹，你们咋来了？咋的不欢迎啊？我来投奔你。渴死了，先进屋喝水。这胡妹子是谁？皮肤这么白，难不成是钟明哥在乡下娶的那个女人找上门来了？兰姨，好久不见，这位姐姐是？这是我请来在帮忙照顾老太太和做饭的乔星月乔同志，那边是她的一对双胞胎女儿安安和宁宁。原来是星月姐姐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兰姨，怎么了？你好像挺怕他们的。这母女俩是狗皮膏药。春燕的前夫当年为了救你谢叔牺牲了，他改嫁后拿着这恩情一直要挟我们，让我们给他娘家人安排工作借钱，只要稍微不顺心，他就撒泼说我们忘恩负义。日前他还想把宁宁嫁给老四，老四没同意。这次来指不定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，真是让人……春燕第一个男人对老谢有救命之恩，这20多年他不停的来要这要那，没完没了，我这心里堵得慌。兰姨，他这是道德绑架，挟恩图报。他家对谢叔有恩不假，但这不代表他能无限度的强迫你们违背意愿。星月，还是你懂我。没事儿，他要是再道德绑架您，我帮您对付他。春燕，瓜子壳吐泥地上不好扫，你吐玻璃里怕啥？你家不是请了保姆吗？叫那个小保姆扫就行了。喂，小保姆的2个娃，过来把这儿扫干净。2个娃能吃多少？我们乐意养。星月干活累，不是给你当奴才的。你要是不愿意吐脖子里，这瓜子就别吃了。钟明哥，你回来啦！去灶房帮忙。桂兰，你瞧瞧，谢厂长和钟明一回家就往那小保姆跟前凑，你可得盯着点儿，别是个勾引男人的狐狸精。胡说什么？星月品性端正，保姆怎么了？保姆也值得尊重。你再瞎说，我真生气了。行行，说正事儿。我跟老赵离婚了。离婚？莹莹要回来重新上高中，以后我们母女就住你家。我男人当年救了老谢的命，这点小忙你们不会不帮吧？江姨，上高中的事我们可以推荐，但家里住不下，回头我向上头申请，给你们安排单间宿舍。单间宿舍上厕所洗澡多不方便。你爸不是有个书房吗？我和莹莹委屈点，将就住书房得了。不行，书房已经给乔同志和安安宁宁住。啥？一个小保姆还配单独一间房？他一个佣人在堂屋打地铺不就成了？赶紧让他腾出来！我说了，不行。江姨，现在是新时代了，不兴旧时代那一套主仆论。乔同志凭本事来咱家干活，赚的钱都是劳动所得，不是啥佣人。劳动最光荣。倒是江姨，这次你和邓莹莹又准备在我家白吃白住多长时间？行行行，他是光荣的劳动者，行了吧？但是钟民，你怎么能说你江姨在你家白吃白喝白住呢？要不是莹莹爸为救你爸牺牲了，江姨怎么可能改嫁到老赵家？之前你爸妈咋说的来着？说是你们谢家肯定会替莹莹爸好好照顾我们母女俩，这话是他们自己说的，咱就成了我们娘俩在你家白吃白喝白住了。妈，看来我们打扰到兰姨和谢叔了，要不我们还是走吧。行了，老四，你少说2句，让你江姨和莹莹在家里住着，先安顿下来，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。住下来可以，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来了，就要让乔同志和安安宁宁到堂屋打地铺。是啊，星月一个女同志在堂屋打地铺多不方便，而且也影响他们母女休息。反正星月和孩子们必须住书房。兰姨、谢叔、谢同志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要不我还是带着安安宁宁打地铺吧。没事的，
我们娘仨一直生活在乡下，皮糙肉厚，睡哪儿都可以，只要有个那哪成？我不允许你在堂屋里打地铺，这地上多硬，半夜大家起夜上厕所都要经过堂屋，根本没法睡。咋的，桂兰？你还想让我和莹莹在堂屋里打地铺不成？这样吧，春燕，你和莹莹先睡老五那屋，老五暂时不会回来。那可不成，谢明哲那屋里全是男人味儿。江姨，您要是嫌弃明哲那屋有男人味儿，我还是给您和邓莹莹申请一个单间宿舍，住着不仅自由，还没人打扰你们。算了，我们就住明哲那屋。也不知道你家是咋了，一个个的都维护一个小保姆。江姨，每个人无论干啥职业，都值得被尊重。饭菜都好了，大家洗洗手，准备吃晚饭了吧？谢厂长，桂兰，你家保姆还兴上桌吃饭的。春燕，钟明已经声明过了，现在是新时代，没有主仆论。星月，你吃肉，别往心里去。谢谢兰姨，谢同志维护我的话，他对我的尊重我也看在眼里。之前对谢同志的印象是铁血刚毅，还特别害羞，现在对他的印象又多了一个词毒舌，还真是一个三观很正的男同志。星月，多吃点，带孩子辛苦，好好补补。妈，乔同志这几天胃口清淡，吃不了油腻的。哎呀，原来星月喜欢吃瘦肉，快把肥的给我，瘦的都给你。这男人的洞察力也太敏锐了，居然知道我不吃肥肉。钟明啊，我是晓得乔同志是你家保姆，这不晓得的还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呢。你可是结过婚的人，得注意分寸。还有你乔同志，你都生了2个娃了，还想勾引人啊？你家男人知道你在外面这样吗？莫不是个死了男人的寡妇，才这么明目张胆？江姨，乱扣帽子是要接受批评教育的。哎呀，我听说有个寡妇嫁进门，不仅好吃懒做，带俩拖油瓶不肯再生，还把公婆给克死了。死了男人的寡妇啊，身上都有扫把星附体，专门克人。乔同志，我说的是我亲戚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江姨，您没指名道姓，我介意什么？不过我也认识一个像江姨一样又黑又老、爱吃肉的大婶，结果啊，他突然就死了。星月，难道是被肉噎死的？不是，他是得了话痨病，净说别人坏话，老天爷看不惯，让他说话时被自己的口水给噎死了。江姨，我这说的是别人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这个女同志还真是伶牙俐齿，谁要是娶了她，以后准备治得服服帖帖。这个女同志在山塘村救了我，又在谢家当保姆，懂中医，会手术，似乎还懂英文。虽然身份可疑，但目前看来，她只是个带着2个娃，被生活磨砺的艰难却顽强的妇女。她能如此犀利回击江姨，想必是经历过无数匪弊才练就的。黄桂兰，我可是和你从小玩到大的姊妹，莹莹爸还救了谢厂长一命。你家保姆如此阴阳怪气的咒我，要被自己的口水淹死。你不帮我说句话，你还有心情在这里笑？春燕，星月哪里咒你了？他明明说的是他以前认识的一个婶子被自己的口水给噎死了，你自己非要对号入座，怎么能冤枉到星月头上呢？他明明就是指桑骂槐，咒我被自己的口水给噎死。喂，春燕，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。你刚刚还阴阳怪气的说我们家星月是个扫把星附体的寡妇呢，咋的？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？春燕，我告诉你，星月虽然是在我家干活的，但我已经拿她当半个女儿了。你平时欺负我可以，但是不许欺负我们家星月，也不许欺负安安和宁宁。黄桂兰，我还是不是你从小玩到大的姊妹？春燕，你要真是我的姊妹，你会这么为难我家星月吗？黄桂兰，你好了妈，你少说2句。咱们第一天来兰姨家，别把关系闹这么僵。我瞧着还是莹莹更明理，更懂事。莹莹，你可别学你妈。兰姨，你放心，这事儿是我妈的不对，回头我一定好好说说她。嘿，邓莹莹，你胳膊肘咋往外拐？究竟她是你妈还是我是你妈？妈，你刚来兰姨家第1天，就要把兰姨家搞得鸡犬不宁是不是？你忘了咱们是为啥要来投奔兰姨了？你要再这样闹下去，咱们就搬出去住，也省得你在兰姨家闹心。星月姐姐，今天是我妈不对，我替她向你说声对不起，希望你别往心里去。没事，江姨，我也不该说话那般呛人，对不起，希望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但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只要你不招惹我，我这个人还是很好相处的。妈，人家星月姐姐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也态度好点，赶紧说句对不起。乔同志，对不起，我以后说话会注意的。春燕，与人相处就是要以和为贵，以后你得改改你那暴脾气。赶紧吃饭。妈，吃饭。一个带着俩拖油瓶的二手货也敢跟我叫板，简直倒反天罡，我还不能说他2句了。妈，你小声点，那个乔星月可不是省油的灯，以后你少招惹他，别忘了咱们来谢家的目的。怕他干啥？他能跟你这种标致的黄花大闺女比？妈，你没看出来兰姨有多喜欢他？我瞧着兰姨是想等钟明哥离了婚，让那小保姆当儿媳妇呢。兰姨越喜欢他，我们越不能针对他，相反，我们得和他搞好关系，只有这样
兰姨才会觉得我懂事大度，我嫁给钟明哥的胜算才更大，懂吗？把他挤兑走不就行了？干嘛还费这心思讨好他？妈，你脑子怎么就转不过弯呢？穿过来这几年一直挣扎在温饱线上，没想到在兰姨家倒过上了我以前向往的田园生活。但我总不能在谢家当一辈子保姆，我必须拿到文凭，找份好工作。为了安安和宁宁的未来，我得尽早做打算。乔同志，政策规定报名高考的对象不能超过25周岁，且必须未婚。你这都快26了，还是已婚丧偶，不符合条件。同志就不能通融一下吗？我会中医针灸，还会外语。抱歉啊，同志，政策就是这么定的，我也没办法。同志，我来给邓莹莹办英才高中的入学手续。这傻闺女想考大学，怎么不跟家里商量呢？定是怕麻烦我，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妈，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？老四，星月去报高考，因为超龄和已婚被刷下来了。这闺女宁愿自己硬扛也不肯找我，就是怕给咱家添麻烦。乔同志想参加高考？是啊，她应该有更好的发展。老四，你人脉广，想想办法帮帮她。妈，你明天去找文教办，就说乔同志懂医术和外语，让他们以特殊人才为由破格招收。还是你有办法。星月这闺女真是百里挑一，做饭好，会医术，思维敏捷又理智，打理个菜园子都生机勃勃。等老四把那段名存实亡的荒唐婚事离了，要是能撮合他娶了星月，那该有多好。老四，星月天天在咱家操劳，细皮嫩肉的，别吹操了。妈想送她一盒雪花膏，你明天顺路帮我带一盒。好。等老四离了婚，他和星月重组个家庭，安安和宁宁也和咱家有缘，往后的小日子肯定红红火火。桂兰，好看吧？这衣裳我穿着相亲正好，反正你衣服多，这套就送我呗。春燕儿，这可不行，下礼拜我回学校发表讲话，得穿这套。你柜里那么多中山装，穿哪个不行？咱俩几十年的姊妹，你连套衣服都舍不得。要不是莹莹她爸为了救你家老谢牺牲了，我能过这么些年苦日子？你家有钱有票，做什么新衣服不行？呀，江姨，您这镯子可真漂亮。江姨，既然镯子这么好看，您就送给兰姨吧。凭啥？这镯子咋了，江姨？您和兰姨几十年的姐妹情分，连个镯子都舍不得，您这也太小气了。可这是我的东西。您也知道是您的呀，可您身上穿的鞋袜衣服不也是兰姨的吗？既然是好姐妹，礼尚往来，兰姨送您新衣，您送兰姐玉镯，这不是刚刚好？那怎么能一样？我这镯子值钱着呢。情义无价，提钱多俗啊！除非您压根儿没把兰姨当做姐妹，只想单方面占兰姨的便宜，只许她送你新衣服，不许你送她镯子，全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我哪有不当她是姐妹？忍了江春燕一辈子，没想到新月三言两语就治得她服服帖帖，真是我的大福星。哎，你干什么抢我项链？江姨，虽说现在不比从前，但大家都忌讳招摇。你把金项链这么挂在脖子上，万一被人举报，影响多不好。这样吧，让兰姨帮你暂时保管。兰姨，走，咱俩去灶房，你帮我烧火。妈，我都说了让你少招惹乔星月，你偏不听。我咋惹他了？明明是他欺负我，你也不帮腔。我咋帮？明明是你爱占便宜在先，真是不嫌丢人，蠢死了。新月，你真厉害，瞅到江春燕刚才那脸绿的样没？太解气了。兰姨，以后对付他，你记住一招就行，用魔法打败魔法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啥魔法？看着吧，一会儿江姨保准老老实实把衣服和鞋子还回来。那个桂兰啊，这新衣服你下周回高校讲话要穿，我就不要了，你收好。桂兰，那我的镯子和项链还你，我可不爱占人便宜。要不是这小贱蹄子黄桂兰哪敢这么对我？不行，我非得想办法把她从谢家撵出去。乔同志，顺便把我的衣服也给洗了，记住啊，用温水洗干净点儿。江姨，自己的衣服自己洗，乔同志没有义务伺候你。他不就是个保姆吗？不洗衣服谁洗？乔同志来谢家是帮我奶奶调理身体的，不是来当丫鬟的。江姨是跟我奶奶一样瘫痪了，还是七老八十动弹不得了？洗个衣服自己没长手，真是人不可貌相。平时看着一板一眼的谢工程师，怼起人来居然这么毒舌。钟明，你咋跟长辈说话呢？江姨想让我好好说话，自己就先学会好好做人，以后对乔同志客气点，别把人当下人使唤。他刚才那护短的架势，怎么这么像是在护自家媳妇呢？自己洗就自己洗，不知道你家咋想的？一个小保姆当宝一样供着。春燕，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，自己有手还要使唤别人给你洗衣服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手断了呢。黄桂兰，我耳朵没聋，不需要你这么大声跟我说话。新月，还是你的法子管用。乔同志，以后奶奶的衣服我来洗，你忙了一天了，你去歇会儿吧。谢同志，这不行。咋就不行？孙子给奶奶洗衣服，天经地义。新月，你忙了一天了，赶紧歇会儿。
兰姨，我是莹莹，我可以进去吗？进吧。兰姨，你这衣裳好好看呀。星月和安安、宁宁穿的衣服太破旧了，兰姨给她娘儿仨做2套新衣裳。兰姨，你对星月姐姐真好。不过星月姐姐很能干，但奶奶也细致用心，她也值得兰姨这么对她。是啊，星月这孩子确实好。兰姨，我妈这2天有些过分了，你也知道的，她就是那样的性子，回头我肯定会好好说她。没事儿，兰姨以后有对付你妈的法子，星月都教我了。钟明哥可是有媳妇的，这星月姐姐不会是对钟明哥有啥想法吧？莹莹，你咋能有这样的想法？咋能跟你妈一样？我不是听说钟明哥要和乡下的媳妇离婚吗？钟明哥样样优秀，我就怕这个星月姐姐打钟明哥主意。虽然说星月姐姐确实能干，她还是各方面都配不上钟明哥。你这想法是错误的。就算你钟明哥真离了婚，我还觉得他一个2婚的，有些配不上样样都优秀的星月呢。啥？兰姨，星月姐姐可是还有2个娃。安安和宁宁和咱谢家就更有缘分了，一个像他和钟明花生过敏，一个像老谢有先天性的哮喘病。要是以后你钟明哥真和乡下媳妇离了婚，我白捡2个可爱的孙女，多划算。安安、宁宁确实挺可爱的。兰姨，钟明哥真打算要和乡下那个媳妇离婚吗？兰姨，那钟明哥要是真和他乡下的媳妇离了婚，你是不是准备让星月姐姐嫁给钟明哥呀？莹莹啊，你和你钟明哥的事情，你就别再抱有任何幻想。你钟明哥他就是一丝一毫也不喜欢你，要不然当初他就不会宁愿娶乡下那个好吃懒做的媳妇儿，也不娶你。不过没关系，兰姨还是会把你当亲侄女一样对待的。妈，你让我买的东西我买回来了。莹莹，你先出去吧。妈，你让我给乔同志买的雪花膏我买回来了。你上楼的时候帮我拿给乔同志吧，妈赶着给他们母女3做新衣裳。妈妈检查一下，牙齿刷干净了没有？妈妈，在厂长爷爷家真好，可以用这种香喷喷的牙膏。我们在乡下的时候都是用的牙粉，牙刷也是竹子做的，不像钟明叔叔给我们买的牙刷，软软的，刷牙好舒服。喜欢就好，以后妈妈经常给你们买。乔同志，给你几本书，兴许你能用得上。这是高中的课本。我回来的时候碰见文教办的招生主任，他打探着你在我家干活，就让我转告你。鉴于你是个懂医术的特殊人才，所以破格招收你为今年的高考生。谢同志，你说啥？文教办真的愿意招收我？你拿着这些书，空余的时间可以学习。谢同志，谢谢你。我也是碰巧遇到文教办的主任，正好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你。叶同志，真的很谢谢你。乔同志，有什么梦想就努力去追求。乔同志，希望以后你能有更广阔的天地。谢同志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耽误干活。乔星月，你还敢说你没勾引谢家老四？你要是没勾引他，他咋又是送你书，又是送你雪花膏的？你不知道谢家老四有媳妇儿的吗？我看你就是个狐狸精。江姨，你是几百年没刷牙了，嘴臭成这样。还有，你在满口喷粪似的诬陷我，明早我就拉着你去见家属局居委会的陈主任，让他好好评评理，看看你这样诬陷人的妇女同志该受什么样的批评。星月姐姐，你是要参加高考吗？星月姐姐，你以前是上过学，有事吗？星月姐姐，我以前上过高中，只是没读完，但我学习还行。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，可以问我。谢谢，不用。星月姐姐，我妈刚刚说话难听，你别放在心上，我替她向你说声对不起。你妈的事情用不着你来道歉，她要是再敢诬陷我，你替她道歉了也没有用。星月姐姐，你可能不太了解钟明哥，他不喜欢别人进他的屋子，恐怕你来谢家这么久了，还没进过他的屋子吧？星月姐姐，我妈说话是比较难听，但是钟明哥再怎么样是结过婚有媳妇儿的人了，我觉得星月姐姐还是和钟明哥保持一点距离的好，免得别人在背后说你闲话。我也是真心为了星月姐姐好。邓同志，不知道你是以什么身份这么提醒我？邓同志是谢同志什么人？我和钟明哥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们亲如兄妹。哦，亲如兄妹啊！你不说我还以为对谢同志有啥想法，以为只要是有女同志靠近谢同志你就吃醋了似的。我没有，钟明哥是有媳妇的人，我咋可能有这种不正当的想法？既然没有，那就少管闲事。我真不是想管闲事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我是和你从小一起长大，但关系没有好到亲如兄妹的地步。钟明哥，我们没那么熟。乔同志，刚才是你在敲门。进来说吧。他从来不让人进他屋子，竟然让他们进。谢同志，书我收下，但雪花膏就不用了，这不合适，谢谢你。钟明哥，我也要参加今年的高考，你有空的时候可不可以辅导一下我？你看我像是有空的人？钟明哥，钟明叔叔，有啥事儿吗？我找你妈妈。谢同志，还有啥事儿？乔同志，这盒雪花膏是我妈让我带回来的，她说怕你干太多家务活，手会变得粗糙，所以想送你一盒雪花膏。谢同志，麻烦你转告兰姨，我在乡下待惯了，这种东西我用不习惯，不过很感谢兰姨。星月呀，这雪花膏是兰姨特地让周明买回来，怕你这双手天天干活会变得越来越粗糙，你一定要收下，
你不是说了不会再跟兰姨客气的吗？又不是啥贵重的东西。行，兰姨，我收下了，谢谢您。都是同样的雪花膏，为啥我妈送她就这么爽快收下了？是我送的方法不对？老四，那个胖丫有消息了吗？你得赶紧和他离婚，要不你先把离婚报告递上去。妈，当年他失踪，我也有责任。离婚的事先缓一缓，我再找找他。你这孩子咋啥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？是他妈把他赶出去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听妈的，咱先把报告打了，好不好？妈，这是我自有打算。兰姨这么急着催钟明哥离婚，肯定是想撮合他和乔新月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那个小保姆坏了我的好事。妈，兰姨摆明了想让乔新月当儿媳妇，钟明哥看样子也挺中意她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那咋办？难不成给谢钟明下药？要不我去兽医站买点给猪配种的药。妈，不到万不得已哪能用这种下作的手段？要是被钟明哥发现，他得恨死我。我要的是他的心。你这丫头咋死脑筋呢？得到人还是得到心，有啥区别？只要结了婚，他那1个月168块的津贴不就全归你了？光这笔钱，日子就能过上天。退一步讲，就算谢钟明成不了，你也得吊着江北松。那小子一直喜欢你，谁给介绍对象都不要，他1个月也有90多块津贴呢，咱两头抓，明白吗？放心吧，妈，咱先拿下钟明哥，要是拿不下，我再嫁江北松。反正江北松那小子非我不娶。妈，我有个主意，能把乔新月从谢家赶走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桂兰，乔新月不就是个保姆吗？干啥非得等他回来才开饭？我们先吃不就得了？春燕，我再说一次，星月不是保姆，我拿她当亲闺女，她不回来，谁也别想动筷子。哎呦，安安宁宁饿坏了吧？先吃点垫肚子。黄桂兰，凭啥这2个拖油瓶能先吃，我就得饿着？哼，他们是孩子，你也是孩子，怎么就不行了？别跟饿死鬼投胎似的，等着。妈，你讲点理。新月姐姐做饭辛苦，咱们等她也是应该的。送个饭半天不回，这乔新月该不会骑车掉沟里了吧？江春燕，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再咒星月，现在就从我家搬出去！哟，兰姨吃着呢，正好我也还没吃。怎么会是他？4年前在破庙里企图强暴我的那个流氓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兰姨，他是谁？江春燕二哥的儿子江永强。永强，别光顾着吃，你瞧瞧星月这姑娘咋样？哎呀，长得真俊。妹子，听说你死了男人，跟我处对象吧，我1个月26块津贴，不嫌弃你带俩拖油瓶，只要你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你敢打星月的主意？哎呦，兰姨疼，快松手！桂兰，你干啥呀？星月一个寡妇不容易，我这也是好心帮她介绍个依靠，依靠你个大耳光子！江永强，再敢来我家打星月的主意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兰姨，您别气了，快坐下歇歇。要是把你闺女嫁给这种混球，你愿意吗？莹莹是我闺女，乔星月不过是个保姆，能比吗？在我眼里，星月就是亲闺女，咋不能比？哟，这么护着，该不会是想等老四离了婚，娶这寡妇进门吧？真是脑子坏了，你才是寡妇！妈，你快闭嘴吧！再说，我立马收拾东西搬出去，省得你把兰姨气出个好歹。兰姨，您别生气，表哥确实配不上星月姐，回头我一定说我妈。乔同志，你该不会是当年的那个小胖妹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是真心想跟你处对象，红糖送你，你考虑考虑呗。江永强，皮痒了是不是？再敢骚扰乔同志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没伤着你吧？没有。江姨逼你跟他处对象，别理他们。大院里有我在，他不敢乱来。刚刚江永强说你以前是个小胖妹，你以前很胖吗？以前确实比现在胖一点点，那是老早以前的事儿了。当时江永强那事说来话长，反正不是啥好事情，就不提了。乔同志，既然你报名参加高考了，就好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。江永强的事情有我和我爸妈在，我们家不会再让江永强打你啥歪主意的。好，多谢谢同志了。多般配呀，这才像是两口子嘛。要是他们俩能重组一个家庭，肯定能过好。妈，江永强今天是被江姨叫来的。你江姨净出些烂主意。我知道了。星月，给兰姨吧。行，那我去灶房下面了。真香啊！星月，兰姨想和你聊会儿。兰姨有啥事儿？星月啊，我家钟明娶媳妇儿的原因有些复杂，他和他媳妇儿也从来没有过真感情，而且钟明也准备离婚了。兰姨是想说，你觉得我家老四咋样？兰姨，谢同志人挺好的，为人正直坦荡，有担当，三观正，我把他当大哥一样对待。完了，星月果然是对钟明没那意思，看来还得让钟明先把婚离了。星月啊，最近大院里好些婶子想给你介绍对象，兰姨不知道你啥意思。你要是……兰姨，我没处对象的打算，要是再有婶子想和江姨似的介绍对象给我，你直接帮我推了吧。我现在只想在兰姨家把活干好，然后参加高考，将来工作更稳定一些，再把安安宁宁培养成社会上有用的人才，这样就好。只要星月没有和别人处对象的打算，等老四离了婚就有机会。星月啊，一会儿钟明他大嫂要带着2个孩子过来，
老大和老大媳妇要出一趟远门，2个娃暂时先放在我这边，到时候要多煮2个娃的饭，就要辛苦你了。兰姨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不辛苦。大嫂的2个娃是男孩女孩？男娃。我家老二媳妇生的2个娃也是男娃。兰姨，你真有福气，生了5个儿子，又得了4个孙子，这叫啥福气？我一直想生个女儿，结果5个全是儿子，想求个孙女吧。老大老二媳妇连着生了4个娃，又都是男娃，这是命苦哟，没个女儿没个孙女的。要是安安宁宁能是我的孙女，我做梦都要笑醒。兰姨刚才说谢同志要离婚，难道想撮合我们？不，就算他离婚，现在也还是有妇之夫，我怎能有这种奢望？桂兰，谢厂长，我家永强老实憨厚，仪表人才，又没结过婚。这乔星月，江姨，收起你那点歪心思。江永强是个什么货色，你心里没数？30好几不干正事，好吃懒做，他连给乔同志提鞋都不配。钟明，你咋能这么说他？我已经跟厂里报备了，后勤部很快会给你们分房，到时候你和邓莹莹立刻搬出去住。永强连小乔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，前天老冯还跟我告状，说江永强偷了炊事帮2斤腊肉，你要是再敢把小乔往火坑里推，我直接让厂里开除他。这哪里是东家，分明就是亲人。谢厂长，别啊！当年老邓是为了救你才牺牲的，你答应过要照顾我们一辈子的。这些年我们不仅照顾了你们母女，连你娘家都帮衬了多少。江春燕，做人得懂知足。兰姨，既然我们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大麻烦，那我们搬出去就是了。那行，后勤部分好房，你们就搬吧，确实挺省事的。我不管，反正我们娘俩绝对不搬，谁赶我们就是忘恩负义。丽萍姐，真没想到你竟然是兰姨的大儿媳妇。你是萍姐，我是乔星月啊。4年前在破庙里，你救过我，还救了我的小宁宁。你忘了大雨天的那晚吗？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是那个小胖妹。啥？萍萍，你和星月早就认识啊？啥小胖妹？平姨您好呀，平姨好。哎，嘴真甜，你们2个小娃娃都长这么大了。这是宁宁，这是安安，看，平姨还记得你们。萍萍呀，没想到你和星月能如此有缘分，原来你们早就认识呀。不过刚刚我听你说星月以前是个小胖妹，是咋回事啊？星月，你以前很胖吗？胖丫以前也很胖，胖成200多斤的样子。这星月该不会就是他们要找的失踪多年的胖丫吧？妈，星月以前也不是很胖，那会儿她刚生完安安宁宁，大概2个月的样子，应该有140多斤吧？是，那个时候刚生了孩子不久，140多斤。咋才140多斤？怎么不是200多斤？明远之远，快过来把你们带给妹妹的礼物拿过来。安安宁宁，哥哥给的玩具你们直接拿着，这是大哥谢志远，二哥谢明远。妹妹拿着，哥哥给你带的礼物。来，宁宁你也有。安安宁宁，以后在大院里，要是有人敢欺负你们，就跟大哥二哥说，大哥二哥保护你们。这乔星月咋就这般讨谢家人喜欢？没想到老大媳妇儿也这般喜欢他和他的2个孩子。莹莹，我咋感觉乔星月就是你的克星？只要有他在，你就不可能有机会嫁给谢钟明。要不你别打谢钟明的主意了，直接嫁给江北阳他二哥江北松，就不用这么费劲了。妈，我都烦死了，你能不能别给我出馊主意？我喜欢了钟明哥那么多年，难道就要如此放弃吗？江北阳他二哥江北松也不比谢钟明差呀。可江北松再好，他也不是钟明哥呀。除非钟明哥真的不要我，我再嫁给江北松也不迟啊。反正那江北松对我死心塌地，又不怕他跑了。老四，你大嫂说星月以前是个小胖妹，星月该不会就是失踪的胖丫吧？这乔同志会是胖丫吗？妈，你等会儿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妈，你先喝口水。老四，你再仔细想想，胖丫以前长啥样？会不会她瘦下来后就是星月现在这般模样？妈，你别瞎想了。你没听乔同志说，他以前就算胖，也只有140多斤，胖丫200多斤，他们不是一个人。也是。妈，再说，乔同志姓乔，胖丫是茶店村的人，叫刘胖丫，他们咋可能是同一个人？可是，再说，乔同志会英语，又懂医术，胖丫从小大字不识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胖丫不可能是乔同志。唉，这新月要是就是咱家失踪的胖丫，那该多好！莹莹，出来给哥开个门儿。莹莹，你再帮哥跟兰姨说几句好话，把那俊俏的乔同志介绍给我处对象呗。事儿要是成了，哥给你包个大红包。你蠢啊！兰姨不同意，你不知道用别的法子。啥法子？永强哥，这乔新月去给谢厂长送午饭了。谢厂长在自给自足的那块田地里收着豌豆、胡豆，你知道吧？去那里要穿过一片很长的玉米林，那片玉米地没啥人经过。莹莹，
这红糖你拿去矿水喝。永强哥，你干啥去啊？不干啥，你进去吧。钟明，有胖丫消息了。有胖丫啥消息了？胖丫的事再稍后再说，我得先问问你，你家那位赶不走的瘟神江乙，是不是想把乔同志介绍给后勤部炊事班那个看起来很老实，实际上老是干偷鸡摸狗的事的江什么来着？江永强。对，江永强，那可糟了。我二哥从地里收豌豆胡豆回来时，看见江永强尾随骑自行车的乔同志。上次江永强尾随大院的女同志，不是还被你和我二哥给打了吗？钟明，我二哥已经倒回玉米地了，这一点你放心。你是要先听胖丫的消息，还是先去玉米地看一眼？胖丫的事，等我回来再说。你家小保姆这厨艺简直不输国营饭店。跟你商量个事儿，我大侄子相中她了，想托我牵个线。你家保姆有再嫁的打算没？别一口一个保姆的，我们家桂兰听见得不高兴。至于介绍对象，你就别提了，我家不答应。为啥呀？我大侄子条件挺好的。别问了，反正不行。这么上进的女同志，等老四离了婚，陪她绰绰有余。我还怕人家星月看不上她呢。星月，太阳大，快回去吧。好嘞，谢叔，水壶里给您泡了胖大海，下午多喝点。年前在破庙让你跑了，今天这荒郊野岭的，我看谁能救你？等生米煮成熟饭，你不嫁也得嫁。遇到劫色的了，别慌，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胖丫了。哈哈哈哈！乔星月，4年前有人救你，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！江永强，嘿嘿，反正你迟早是我媳妇儿，今天咱就先把事儿办了。老实点，别叫破喉咙也没人来。啊！哎呀，你个贱人扎了啥？臭流氓！乔星月，你这臭娘们哪来的劲儿？你以为我还是4年前那个产后营养不良，被你按住后连拿银针的力气都没的小胖妞吗？起来，跟我去公安局。要么乖乖跟我去见公安同志，要么我有100种让你疼得死去活来的法子。你个臭娘们儿！我让你嘴臭！疼！不骂了，走。坏了！乔同志，你在里面吗？乔同志，钟明，外面那辆自行车是你家的吧？是。你看见乔星月了吗？坏了，这里没人，我找了好久。那江永强要是想祸害乔同志，说不定会杀人。你再找找，我去喊人来帮忙找。我就不该让星月来给我送饭。乔星月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没受欺负吧？有没有哪里受伤？谢同志，谢叔，你们放心，我没被占便宜，我随身带着银针呢。江永强一靠近，我就扎得他半边身子发麻。这不，我把他扭送给公安，带人来指认现场呢。以后不许你来送饭了。同志，我们在办案，围观人太多，让大家都散了吧。公安同志，我冤枉啊！是这臭娘们先动手，你看我这一脸的伤，我才是受害者。人家那叫正当防卫，你不把人往玉米地里拖，他扎你干啥？谢工程师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看在我姑父以前救过你爸的份上，你帮我跟公安求求情吧。企图迫害女性，流氓罪是要吃枪子的。乔同志，我这不是没把你咋样吗？你饶我一次，帮我说句好话吧。怎么，你还盼着把我咋样？我不会帮你说情，还要跟公安说清楚，4年前在昆城破庙发展强暴我的人也是你，当年救我的证人我已经找到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人前你就打过他的主意。谢公，应该好好查查这人渣，说不定他以前就背着人命案子，必须让产后情妇把他永久开除，简直是社会毒瘤。确实是我老糊涂了，才答应江春燕把这畜生招进厂。宗明，江永强老家在昆城，你骆叔叔正好在昆城公安局，让他去查查这畜生的底细，这次一并清算。乔同志，临危不乱，你太了不起了。没什么，被逼急了爆发的潜力罢了。乔同志，我载你回去。不用了，谢同志，一点皮外伤，我自己骑回去就行。你先忙厂里的事儿。路上不安全，我送你。今天别做饭了，晚上我们下馆子。对，星月，看你这一身土，手也流血了，这几天你好好养伤，别沾水。晚上谢叔请客，必须下馆子。谢叔真不用破费，我回去做个面就行。听我爸的，坐上来。北阳，你觉不觉得钟明对乔同志的态度好像不太一般啊？二哥，你也看出来了？
哎，等等，谢公，一会儿你还回厂里吗？我这儿还有重要事情要告诉你呢。乔同志，今天吓坏了吧？还好，习惯了。你胆子可真大。一般女同志遇见这种事早已慌乱失措，而她不仅全身而退，还把人暴打一顿送去了派出所。那句习惯了背后像藏着许多没人知道的苦。皇婶，在这里等谁呢？这么着急？这么着急？星月，你可吓死兰姨了。兰姨，我没事儿，让你担心了。那江永强，兰姨，江永强那登徒子被我送去公安局了，我没被他欺负，反而还把他暴揍了一顿。妈，是真的，星月一根银针扎下去，连我的手臂也麻得使不上劲儿。星月，虽然你胆子大，又会扎人穴位，但是从明天起，你不许去给你谢叔送饭了。我早该想到那片玉米地不安全的，都怪我不好，差点把你害了。星月姐姐，你这是咋了？骑车的时候摔了，快坐下来，我给你处理伤口。邓同志，今天你见过江永强吗？见过啊。哦，对了，永强哥今天还给你送来了一包红糖，特意吩咐我要转交给你。永强哥送红糖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他你去给谢叔送饭了，然后他放下红糖就走了。江永强被我送派出所了。咋回事？乔星月，你把我外甥送派出所干啥？他不过是给你送包红糖，想和你处对象，你犯得着如此歹毒吗？你到底把永强咋了？江永强做了啥事？你应该问问你的宝贝女儿邓莹莹。星月姐姐，你说啥呢？我咋啥都听不懂？永强哥到底咋招惹你了？你要把他送派出所？莹莹，是不是你给江永强出的坏主意，让江永强打星月的主意，把星月拉进玉米地的？莹莹，兰姨以前怎么不知道你竟然如此心思歹毒？兰姨，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，我什么也没做呀，我只是收了永强哥给星月姐姐的一包红糖而已。是你故意告诉江永强，乔同志去给我爸送饭，要经过那片玉米地。钟明哥，我确实是跟永强哥说过，星月姐姐去给谢叔送饭了，但那也是永强哥问我才说的呀。星月姐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永强哥会打你这样的主意，他真把你拖进玉米地了。莹莹妹妹，你看我这受伤了，你来我屋子里帮我处理一下伤口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星月姐姐，你伤得重不重？这里没别人了，别演了。星月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明知江永强以前是个强奸女同志的惯犯，还故意告诉他我给谢叔送午饭要经过玉米地，怎么想看到我被他强奸？可惜了，他不仅一根手指都没碰到我，反而被打得像你现在一样，又怂又害怕。乔星月，你就不怕我告诉兰姨和钟明哥你欺负我吗？我怎么欺负你了？打你了？揍你了？你身上有伤痕吗？你有证据吗？你有证据就去告派出所告吧。邓妹妹今天处理伤口可真细心，我都没帮上忙。钟明，你出来一下。打听到胖丫啥消息了？在我告诉你胖丫的消息之前，钟明，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啥问题？赶紧问，别卖关子。钟明，你要认真回答我。你现在对乔同志是不是有感觉？乔同志就像谢家的家人，你瞎想啥？钟明，胖丫的事，我想了想，还是得告诉你，该怎么权衡，你自己定夺吧。4年半之前，有人见过胖丫去昆城的医院看产科，当时她大着肚子，大概5、6月身孕，算算时间，这孩子应该是你的。如果胖丫还活着的话，她应该已经给你生了娃。啥？胖丫给我生了娃？5年前，就那一次，胖丫就怀了孕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？偏偏就是这么巧。如果失踪的胖丫还活着，那孩子现在一定已经生下，按年计算，今年该4岁出头了。胖丫失踪5年毫无音讯，现在却突然冒出一个孩子。北阳，我总觉得昆城那边是不是打探错了？这消息真的靠谱？钟明，那你心里是希望这消息靠谱，还是希望胖丫真的给你生了个孩子，还是没有？不管怎样，必须先找到胖丫本人。行，我让昆城那边继续盯着，公安厅的骆叔也会帮忙协查，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你。这组核心设备的左翼必须卡死在这个关键点上。谢工程师，有您的紧急电话，是昆城公安机关打来的。北阳、北宋，你们先看着。骆叔叔，是不是胖丫和孩子有消息了？这次来电不是关于胖丫和孩子的消息，是江春燕的外甥江永强。一查之下，竟牵出更大的恶案，他就该被枪毙。我已经派专人赶往锦城，
会协同当地同志联合办案。这种害群之马，绝不能姑息。爸，江怡和邓莹莹不在，听你妈说是去相亲去了。爸，江永强果真在老家犯过事。幸好乔同志胆子大，又会扎针。爸，放心，这回肯定让江永强吃枪子儿。老谢，咱当初就不该帮江春燕的忙，更不该把这个江永强介绍到后勤部。钟明，江永强吃枪子的事儿确定了吗？8、9不离10。唉，这事儿要是传到你江姨耳朵里，不知道他又要闹出多大的动静，到时候又要指责我们谢家忘恩负义。二位，请问你们有什么事？家属院不能随便进的。我来找我女婿，我女婿在你们这里当领导，还不快给我开门？哪来那么多的破规矩？对不起，阿姨，这是规定。您要么报上您女婿的名字，我们核实一下；要么让他出来接您。我女婿叫谢钟明，可以开门了吧？嗯。等我们吃个早饭，饿死了。行，你们先吃，我去通报一声。妈，咱不去胖丫男人家吃早饭，我们这么远赶过来，他们肯定要招待的。哎，没事儿，反正一会儿见了胖丫男人，可以借很多钱。他们来找胖丫男人，可胖丫男人不是死了吗？妈妈怎么不走了？看啥看？没看过乡下人进城啊？走，妈妈带你们去买肉包子吃。老板，来5个肉包子。没长眼啊，这有人看不见。大婶，别生气，我看您特别亲切，像极了我昆城茶店村的远房亲戚。巧了，我们就是茶店村的。这俩娃怎么和胖丫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？大婶，你们大老远来锦城是来投奔谁啊？说不定我能帮上忙。找我妹夫。我女婿是厂里的大工程师，每个月工资加津贴都100多块了呢。大婶，你女婿叫啥名？我说不定认识。你个小狐狸精，打听我女婿干啥？想勾引他呀？谁知道是不是死了男人的狐狸精？送包子就是想打女婿主意。大婶，我都2个娃的妈了。出去打妈妈！这2块滚刀肉随时会倒打一耙，在大街上绝不能纠缠。小张啊，这一大早过来是有啥事儿啊？兰姨，你们家来了个亲戚，现在正在服务站外面的包子铺吃早饭。我看那人不太好应付，是我把人直接领家里来，还是带去招待所？什么亲戚？是谢工程师的丈母娘，还有谢工程师的大舅子。这2人来锦城找钟明，能有啥好事？是叫曾秀珠和刘大柱。是的，谢工。就只有曾秀珠和刘大柱吗？没有一个胖胖的20多岁的女同志？没有，就他们母子2人，还背了一大筐红薯。钟明，可不能把你这祸害人的丈母娘领家里来。这些年他就知道管你要钱，要不到钱只会倒在地上撒泼装惨，又哭又闹，不好对付的。到时候左邻右舍的人还以为是我们欺负你丈母娘了，万一他真要借钱，不借钱倒成了我们的不是了。老四，你妈说的对，你丈母娘不好对付，你把人领到招待所去吧，免得到时候影响你名声。好，小张，你先把人带去值班室，那里人少。你告诉我丈母娘，我马上就到。是。大婶，大哥，走吧，你女婿让我先带你们去值班室。为什么不直接去他家，要去值班室？我也不太清楚。大婶，走吧，跟我来。安安、宁宁，走，我带你们去见爸爸。爸爸？啥爸爸？是你们的亲爸，他还没有死，我现在带你们去找他。那个坏婆婆说，你爸爸的津贴涨到了100多，他肯定还活着，钱都被他吞了。那我们的爸爸没有死吗？他在哪里呀？妈妈，你走慢点儿。妈妈，可不可以走慢点儿？宁宁，深呼吸。安安，把妹妹的药给妈妈拿出来。安安，你留下来照顾妹妹，妈妈马上就回来。可是我也想去见爸爸，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爸爸到底长啥样子。妈妈也没见过，那个坏婆婆就是要去见爸爸的，妈妈追上去还能见到。等妈妈见到了，再带你们去见她，好吗？乖。妈妈放心，我们就在这里等妈妈。这笔钱，等我见到安安和您的爸爸，再慢慢找曾秀珠算账，让她全部吐出来。妈，大柱，你们来锦城有事？谢钟明，丈母娘背着一筐特产来看你，还不赶紧把我领到你办公室，倒口热水喝？妹夫，这是特产，拿着吧，跟我来。
同志，刚才这是不是有个黑瘦妇人和年轻小伙子在等谢工程师？没瞧见啊，我刚去后院打水了，没注意。那个男人真的就在这家厂里，可我却连他长什么样、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。当年那种情况他都肯负责娶胖丫，说明这个男人极有担当。只要我把安安和宁宁带到他面前，他肯定会认。就算把这厂区翻个底朝天，我也要把他找出来。钟明，这车怎么往厂外开呀？不带我去见见亲家公、亲家母？一会儿见了他爸，先要一笔安家费，再借一大笔钱，敢不给，咱们就在他们厂里闹。你们有胖丫的消息了吗？你不是说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吗？我们哪里知道？您老人家怕是忘了，胖丫当年是被您赶出家门才失踪的。我自己的女儿，我骂两句怎么了？是她自己跑出去不回来的，这可赖不到我头上。妈，这怎么是派出所啊？欺骗财物达2000元以上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您女儿失踪5年，您前后骗了谢工程师6000多元，证据确凿。钟明，女婿告丈母娘，我算你半个妈，这钱不该孝敬我。白纸黑字写的是借款求助，分明是欺骗。谢工程师，现在立案提交法院吗？如果您老愿意写个欠条，承诺分期慢慢还，我可以不走诉讼。写，我写。回了茶店村就是老娘的地盘，谁认这破纸？纸印案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等等，女婿又咋了？我给你们买火车票，送你们走。快走！等会儿那瘟神反悔了，我们就得坐牢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命都要没了，还想着吃。大婶，这么巧呀？昨天您见到您女婿了吗？没吃早饭吧？我请你们吃大肉包子。你打听我女婿干啥？看他工资高，想勾引他。我警告你，他是我家胖丫的。你个狐狸精，别瞎打主意，别打听了。昨天没见着人，他早调到别的厂区去了。调去别的厂区了。好不容易知道他活着，这让我去哪儿找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没事。走，我们去打酱油。妈妈，那个坏婆婆真的认识爸爸吗？她是谁啊？安安，宁宁记住，以后见到这个恶婆婆躲远点，她绝不是好人。妈妈，那我们还能找到爸爸吗？能，至少我们知道爸爸没有牺牲，他还活着。爸爸既然活着，为什么不跟我们相认？当年黑灯瞎火像做贼一样，我连他长啥样都不知道，怎么认？走，先去打酱油。星月，我这腿有力气了，能动了。妈，您说话利索了，都是星月的功劳。奶奶别急，再调理个把月，我陪您下地复健。星月，奶奶真能重新走路，你有把握？我尽力。兰姨，我出去一趟。可惜钟明有媳妇儿了。桂兰把星月说给老三处对象，老三正好没对象。妈，那咋行？星月不一定瞧得上老三，老四正准备和那村姑离婚，这事儿得缓缓再说。小李，昨天的访客登记能给我看一眼吗？我想找个人。行，乔同志，你等等。只要翻到登记，不管掉到哪儿，挖地3尺我也把你找出来。小李，这是咋回事？名字怎么被撕了？这可能昨天值班的不小心弄坏了吧。小李，昨天当值的是小张对吧？等他下次当值的时候，我来问问他。小李，小张啥时候来当值？乔同志，小张他妈病重，他回老家照顾，以后都不回来了。那他老家在哪儿？这我真不清楚。刚知道他活着，线索就这么硬生生断了。找不着就先不找，在兰姨家攒钱给宁宁治病，准备高考才是活路。合脚吗？喜欢吗？喜欢。黄桂兰，你家小保姆耐不住寂寞，勾引我家永强钻玉米地，还诬陷他是强奸犯，你到底管不管？江春燕，明明是你家永强图谋不轨，硬拽星月，你还敢倒打一耙？江姨，你说我勾引，拿出证据，拿不出我就告你造谣侮辱，抓你去蹲局子。我上哪儿找证据？部门勘察过现场，江永强自己也招了，没证据就闭嘴。想去喝茶走一趟，我闭嘴！春燕，你再污蔑星月，咱俩姐妹不用做了。忘恩负义！我男人救了谢厂长的命，你为了个保姆跟我翻脸？就因为你男人救过老谢，我连是非黑白都不分了。等那边查完移交法院，判决见真章。星月姐姐，对不起，我替我妈和永强哥道歉。你这么宽宏大量，肯定不会往心里去，对吧？
莹莹，你妈污蔑不对，那你给江永强透露星月的去向就对了，少在这假惺惺的道德绑架。等组织分下房子，你们娘俩立刻搬出去，不跟那种人生气。来，兰姨给你们娘仨做了新衣裳。兰姨，记住一句话，永远不要陷入自证，直接让他拿证据，拿不出就是造谣。绝了！这么聪明的儿媳妇，必须让老四赶紧把那村姑休了，把星月娶进门。兰姨，布料和手工费从我工资里扣。咋的？安安宁宁叫我奶奶，就不许奶奶做衣裳？在见外我可生气了。兰姨，这星月，江春燕那么诬陷你，你咋治住她的？钟明哥，这道题我不会，你教教我。不懂问我爸妈，他们都懂。莹莹，你钟明哥也是我教的，我坐这儿你不问，非等他回来硬往跟前凑，别演了。兰姨，我没有。莹莹，你钟明哥有媳妇儿了，别有事没事往他跟前凑。乔同志，奶奶好些了吗？钟明，星月暗得好。奶奶你们聊，我先出去了。老四，星月丈夫早牺牲了，把你三哥说给他处对象咋样？奶奶，乔同志不一定看得上三哥。钟明，离婚报告打没打？妈，事情棘手。打报告就行，有啥棘手的？战友查到，胖丫以前挺着大肚子去过产科，她可能已经给我生了娃了。啥？胖丫给你生了娃？你有娃了？那咋办？有娃了，你跟胖丫离婚，不就遥遥无期了吗？咋就偏偏有娃儿了呢？妈，胖丫和娃儿的事情，等我查清楚再说。妈，这盒祛疤膏，你帮我拿给乔同志，让他涂到脸上和手上的伤口处。妈困了，想睡觉了。再说了，妈爬楼梯腰疼，反正你也要上楼，你顺手拿给乔同志就行了。妈，这种东西我送给乔同志不太合适。有啥不合适的？你怕别人说闲话不成？你对星月又没有别的啥心思，怕别人说啥闲话？再说了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除非老四，除非你给乔同志送祛疤膏，真有啥别的意思？妈，咋可能？我就是像关心家人一样关心一下乔同志，毕竟乔同志在咱家干活，又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奶奶。这不就对了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你上楼顺手给星月就行。我腰不行，真要睡了，出去把门给我带上。谢同志，这么晚了，有啥急事吗？乔同志，这盒祛疤膏给你，你早晚涂在疤痕上，只要坚持就能去除疤痕，效果很好的。还有这盏台灯，你晚上看书的时候点着，别伤了眼睛。谢同志，谢谢你的心意，我已经抹过祛疤膏了，而且我也更习惯屋子里的灯泡，换盏台灯反而不习惯。你都拿回去吧。安安，宁宁要睡觉了，谢同志也早些回屋休息。为啥乔同志总是特意和我保持着距离？钟明哥，我屋子里也很暗，平时我也要看书学习，你方便把你的台灯借给我吗？不方便。钟明哥，为啥这台灯你可以借给星月姐姐用，却不可以借给我用？钟明哥，你是不是喜欢上星月姐姐了？钟明哥，你不要忘了，你是有媳妇的人。这句话应该是我提醒你，我是有媳妇的人，你也应该和我保持距离。都怪这个乔星月，他就不应该留在谢家，可偏偏谢家的每一个人都如此喜欢他。乔星月咋就像克星一样挡在我面前？老谢，老四肯定是喜欢星月的。别瞎说，老四有媳妇儿，老四跟你说没说胖丫可能给他生了娃儿的事儿？唉，老四命咋这么苦？当年要没被算计，咋会喜欢人家又不敢认？等找到胖丫和娃儿再说。失踪5年，大海捞针咋找？没线索，老四和星月就彻底死局了。星月这孩子太有分寸，愁死我了。新月呀，今晚别做饭了，江姨请你们下馆子。安安、宁宁，江奶奶请吃肉。我们不吃。江姨，求请免谈。江永强归组织管，讨好我没用。春燕儿，你说的单纯感谢，不提江永强。对对对，那走。但吃完饭，你要敢提半个字过分要求，咱现在就不去。现在就去。安安、宁宁，江奶奶请客，想吃啥就点啥。奶奶，我们识字，妈妈教了，红烧肉、粉蒸排骨。娃儿呀，荤素搭配，来2道青菜就行。春燕，你刚说想吃啥点啥，才几个菜就舍不得了，做人可别太小气，我再点几个。妈，永强哥咎由自取，你别惹兰一烦，否则我怎么嫁给钟明哥？桂兰、星月，永强他爸瘫痪在床，打住！
说好不提江永强，他犯法活该。谢厂长，只要星月撤案，永强不就没事了？江春燕，你这是包庇罪犯！多亏新月胆子大，否则他一辈子就被江永强毁了。江春燕，一个女同志清白多重要！要是你家莹莹被拖进玉米地，你能放过那罪犯？江永强在老家侵犯精神失常母女的事查出来了，他不吃枪子也得吃一辈子劳工，求谁都没用。星月别怕，有谢淑兰姨做主，谁威胁你都不用撤案。我不怕，谢淑兰姨是永强哥咎由自取，我替我妈道歉。你该对星月道歉。莹莹，江永强亲吻那对母女的事，你得早知情。我不知道呀。那边说了，当年就是你妈托关系压的，威胁全村封口，你敢说不知情？我知情，可当时是我妈不让说。明知他有犯罪记录且心怀不已，还故意告诉他星月去送番，你安的什么心？等宿舍分下，你们马上搬出去。钟明，结账。结什么账？江姨说了，她请客，这是她几十年第一次请，必须给这面子。妈，你像变了个人。桂兰，你现在敢说了，也不惯着江春燕了。多亏星月点醒我，人不能憋屈，说好请客，干啥还要我们结账？奶奶，以后就得这么霸气，绝不受委屈。奶奶绝不让你们娘仨受半点委屈。星月，还有1里路，让钟明载你们娘仨先回，我和老谢走着消食。兰姨，这赶紧回，老太太等着呢。谢叔叔，星星为什么会眨眼呀？因为他们在跟安安说话。这5年的男人明明活着，却对我们死活不闻不问，连生了2娃都不知道。这种狗男人不配给安安宁宁当爹，我就当他真的死了。奶奶慢一点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哟，老太太，您这腿脚好起来了，咋这么神奇呢？多亏了星月天天给我针灸，我这身子骨松快多了。小乔啊，你还会这手绝活？我家老姜颈椎不舒服，改天你空了去给他看看，梅姨给你出钱。行啊，红梅，我家星月这医术可不便宜，去医院少说也得5毛，星月收你6毛。行，只要管用，6毛就6毛。等老姜回来我就来喊人。兰姨，你都付了我工资了，我再去挣大家的出诊费。宁宁看病吃药哪样不花钱？你能多挣点是点儿。等你以后考了文凭，兰姨想办法给你安排进长曲医院当正规医生。兰姨，你咋对我这么好？这叫缘分，以后咱就是一家人。找到胖丫了，瞧你紧张的，怎么急着找他把手续办了，好腾位子找第二春？到底在昆城什么地方？查到他当年离开茶店村后，在昆城的芙蓉大酒店当过服务员，正好谢厂长过2天要去昆城医院检查身体，你陪着去一趟，顺道去那酒店问问，肯定能顺藤摸瓜找着人。确实，我是该再去一趟昆城。北洋，胖丫当年到底有没有生下那个娃？他们没提孩子的事，只说查到他离开茶店村后，在昆城芙蓉大酒店洗过碗。要是娃没保住，你这婚离起来岂不是没那么多羁绊了？我要亲自去一趟昆城的芙蓉大酒店。星月阿姨，宁宁喘不上气了，把他放下来，让他蹲在地上。星月阿姨，宁宁咋跟爷爷的哮喘病一模一样，连吃的特效药都一模一样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，这发作起来的症状也完全一样，咋能这么巧？更巧的是，安安跟奶奶还有她四叔一样，花生过敏。啥？这巧合也太多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星月姐的孩子真是咱家的亲孙女、亲侄女呢。要真是咱家的亲骨肉，我这老婆子做梦都能笑醒。桂兰，后天我要去昆城开会，顺便去那边的医院做个胸部 CT。那正好，让星月带着宁宁一起去。昆城的大医院设备好，给宁宁好好查查这哮喘，也省得孩子受罪。我刚好也有公事要去一趟昆城，后天我陪他们一起去。我来买3张火车票。谢同志，这是我们的车票钱，买票的事儿麻烦你了。这是我妈预支给你下个月的工钱，出门在外处处要花钱，一切为了孩子，别见外，拿着。谢同志，谢谢你们，要不是遇到你们，宁宁这病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你们放心，等我考上夜大拿了文凭，多赚点钱，一定会好好报答你们谢家的恩情。别想太多，会好起来的，宁宁的病也会。谢同志，你抱着宁宁不方便，蛇皮口袋给我拿吧。不碍事。让一让！妈妈，我被人踩住了，妈妈！让一让！我家娃被踩了，麻烦让一让！安安，别怕，妈妈马上过来。
钟明叔叔，安宁宁别怕，有钟明叔叔在，他会保护你们的。要是乔同志，你的胳膊刮伤了。不用了，谢同志，谢谢你。没事的，你的伤要紧，帕子我回头洗一洗就行。乔同志，还有你的衣服。谢同志，谢叔，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一下安安和宁宁，我去厕所换件衣服。没事，你去吧，安安和宁宁有我们，放心。厂长爷爷，我们今天有肉肉吃吗？有，安安想吃啥点啥。火车上的菜分量小，多点几道，别饿着孩子。同志，你媳妇儿给你生的双胞胎女儿长得实在太漂亮、太可爱了，你真是有福气。大哥，你俩孙女长得可真俊。同志，你和你媳妇儿一胎生了俩娃，还这么漂亮，可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。现在正是抓计划生育的时候，女同志做流产手术很伤身的，别让你媳妇到时候亏了身子。阿姨，我们不是夫妻关系，这位是我大哥。呀，不好意思，我看这两娃和这位长得俊俏的男同志实在太像了。你看这娃的眼神和两个耳垂真的太像了，我还以为你们是小两口呢，抱歉。这要是不知道乔同志死了丈夫，我还真怀疑他就是胖丫了。不过胖丫200多斤，不像。钟民，你们还没吃晚饭吧？我带你们去那家叫芙蓉酒店的国营饭店，给你们接风洗尘。芙蓉酒店，那不是我生完孩子去洗盘子的地方吗？好。钟民，正好，等吃完饭，我带你去打听一下你媳妇儿的事。谢同志媳妇儿能有什么事儿？兰姨说他们没感情基础，正准备离婚。车上有毯子吗？你个大老爷们儿还怕冷啊？声音小点儿。没有毯子，手套箱里有2件军大衣，你打开看看。这个女同志是你们厂区的？不是，她在我家给我奶奶调理身体。刚刚你也没介绍一下。乔清月，她的丈夫也是军人，不过牺牲了。那2个女娃是她的2个双胞胎女儿，一个叫安安，一个叫宁宁。宁宁和我爸一样有哮喘病，也是来昆城拍胸肺 CT 的。不是吧，钟民，你有问题，有很大的问题，小点声。钟斌，难怪你要急着找到胖丫离婚，原来是因为这个寡妇啊。注意你的用词，她叫乔清月，叫她乔同志。钟明，你不会是喜欢上这位丧偶带着2个孩子的乔同志了吧？那你是要赶紧找到胖丫，和他把离婚手续办了。万一你找到这个胖丫，他不愿意离怎么办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跟个大妈一样爱打？芙蓉酒店的人有没有提到胖丫生孩子的事情？啥？胖丫给你生了娃？不知道啊，一会儿去问问。钟军，到底咋回事？你和胖丫不是只有一次吗？她咋就生娃了？爷爷带你们吃饭，吃完饭今晚好好休息，休息好了，明早再去医院。国营饭店人员固定，怎么全换了？你好，向您打听个事，我4年前来这里吃过饭，芙蓉饭店的工作人员咋都换人了？妈妈，你来过这个饭店呀？对呀，那个时候妈妈还在这里洗过碗、端过盘子呢。你和妹妹也在，妈妈每天把你们一个背在前面，一个背在后面，在这里干了快半年的活。啊，妈妈，可是我为什么不记得了呀？你才多大点儿，你能有啥记忆？那妈妈背着我和妹妹在这里洗碗端盘子，岂不是很辛苦？不辛苦。乔同志，你和孩子看看喜欢吃什么，看看黑板上的菜单，随便点。你们点就好了。那不行，你是钟明的战友，也就是我的战友。战友大老远从锦城过来，我这个东道主哪有不好好招待的？必须点你们喜欢吃的，否则就是看不起我肖松华。乔同志，安安宁宁，松华家有钱有票，别跟他客气。松华叔叔，那我真点了啊。我想要卤鸡腿。哟，这娃这么小还识字儿。我和妹妹2、3岁的时候，妈妈就教我们识字算数了。我妈妈还会教我们说外语、背唐诗宋词。安安，我们也不清楚，毕竟胖丫是在我接管芙蓉饭店之前就离职的。不过我倒是认识之前的一个会计，前几个月刚放出来。明天我可以带2位去见见这位会计。团长好，胖丫当年经常预支工资，还经常向大家借钱，我看他可怜，也借过钱给他。胖丫是不是生了什么病，所以经常预支工资，经常借钱？不是他生病了，是他娃生病了。你说啥？胖丫真的生了娃？对啊，胖丫有2个娃，
不过，再说一遍，蒋会计，胖丫生过双胞胎，对，带2个娃。可那天他带娃去对岸医院看病，掉河里了，身边还没个男人，娘家又赶出来，多勤快的人，就这么淹死了。咋淹死的？过河没船吗？胖丫为了省那5分钱船票，每回都背着2娃绕河沿走。老李说看见他滑下去，一眨眼就被水流冲走了，根本来不及救。你们是亲戚，他带2个娃，日子过得太苦了。同志，谢谢。钟明，这是命，别自责。胖丫咋就生了2个娃，还淹死了？4年前他就有娃了，时间对得上，这2娃就是你的。是我的。为了省那5分钱，要是我早点回一趟茶店村，他们也不至于。不怪你，那种算计下你肯负责打钱已是仁至义尽，怪他那个贪财如命的妈，用兽药坑你霸占生活费，他才是害死闺女的罪魁祸首。钟敏，我对你直说，你对那个乔同志到底啥感情？我身上背着3条人命，我不配想别的。回锦城，我去登报。蒋会计都说淹死了，还登啥寻人启事？汇报组织，直接打离婚报告。是大老爷们就干脆点，你丧偶他也丧偶，真心喜欢乔同事就去追，磨叽啥？我会登报，继续找。你还以为掉那么急的河里人能活着？不排除这个可能，万一下游被人救了呢？行，登完报要是还没有，就赶紧打离婚报告追求人家，拿出点果敢来。爸，乔同志和安宁宁呢？这里人多，空气不好，我让乔同志带着2个娃在外面等着。咋的？没有打听到胖丫的消息？爸，胖丫真的把孩子生下来了，而且还是一对双胞胎。你是说，胖丫给我生了2个孙儿，是双胞胎吗？男娃女娃？我忘了问蒋会计是男娃还是女孩。钟明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星月就是胖丫，安安宁宁就是你的娃？要不然安安咋可能和你一样花生过敏？宁宁也和我一样有先天性哮喘。丫想了，4年前胖丫和2个娃掉河里被冲走了，很有可能已经被淹死了。等您和宁宁看完病，我就去联系当地的报社，登个寻人启事。老四，你应该早点回茶店村看看的。要是你早点回去，也不至于。下一个29号，乔星月在吗？29号马上来。完蛋了，这都撒开了，我怎么一把抓呀？姐姐，我想吃肉。要是胖丫和2个娃没有被淹死，听话，她的2个娃也应该和安南宁宁差不多大了。要也是一只对双胞胎女娃，是不是也会长水灵灵的，缠着玩抓玉米籽？乔同志，到宁宁拍片了。同志，明天早上拿着凭证到放射科的3号窗口取报告。省级刊物的中房广告位置，一期寻人启事100块，报尾或边角位置一期60；市级刊物的中房广告位置一期30，报尾或边角位置一期10块。2位同志，看你们要选择什么刊物，什么位置？登报咋这么贵？咱就登10块1期的吧，没必要。登省级刊物的中缝广告位置，青年报、农民日报、经济日报都登上吧。不是吧？这3版都上，加起来就要300块了，顶你2个月工资了。我没带那么多钱，回头还你。你还得起吗？平时你拿了工资都寄给胖丫妈了，还有啥余钱？谢同志，去取报纸了。一会儿你和我爸带宁宁去医院拿报告，人多，安安交给我。麻烦谢同志照看安安了。客气了，我妈说了都是自家人，以后别这么见外。行，我先带娃去食堂。对我像个外人也好，有妇之夫该有距离。钟明，想啥呢？爸，登完寻人公若还找不到胖丫，我就打离婚报告。胖丫没上过学，大字不识，又200斤。星月会手术针灸教唐诗宋词，根本是天壤之别。他们掉河里这是命，怪不得你。爸支持你离婚，报纸给我看眼。下血本啊，这不便宜吧？1版1期100块，连登3期，总共900。900？你平时衣服补了又补，对胖丫倒不吝啬。当年看着证件，我恨拿天都塌了。国家培养的优秀人才，被200斤好吃懒做的人，简直白菜被猪拱的稀烂。钟明，3期登完还没消息，必须打报告，重新开始新生活。松华，那漂亮女娃是钟明哥的侄女，他大哥二哥终于生闺女了，你叹啥气？难道是他的女儿？你自己看。啥？调护成河被冲走了？那女娃是他家保姆的，保姆另一个女儿有哮喘，来做 CT。钟坤这次若再找不到人，就会打离婚报告。佳慧，这次是好机会，你要不要申请调回锦？他要是离了，你为啥不再争取？他妻儿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，他心里肯定难受。
就算他离了，我也绝不能这时候给他添堵。我们还是贴报纸吧。你刚说保姆的女儿长得漂亮，保姆也好看吧？咦，钟明叔叔，这是你登的寻人启事。钟明叔叔，你在寻人？这婶婶咋这么胖？说违心话不怕鼻子变长？撒谎鼻子变长，那都是骗小孩的。是胖了些，但也是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女人。当初在茶店村，要是我定力够，他就不会毁他清白，他就不会被赶出家门，更不会带着娃掉进河里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说婶婶难没事，看。继续贴报纸。陈同学，铅笔借我用一下成吗？谢钟瑜，这围巾你啥时候能戴上？4年了，他总是这么有担当。如果我能早点抓紧那双手。4年没见了，过去帮他搭把手，说句话能掉块肉啊！算了吧，我只是来干活的。他始终是有媳妇儿的人，怕什么闲话？钟明马上就要打离婚报告了，他快单身了。那也不合适。你这头倔驴，再磨蹭下去，他魂儿都要被那个乔医生勾掉了。钟明，你给我出来一下！咋了？走，松华叔叔带你买冰棍去。陈家辉同志，在。别紧张，我就是把话挑明，我媳妇啊4年前可能就淹死了，但就算我离了婚，我也绝不考虑个人问题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来贴报纸，没想打听你的事儿。你听我说完，你这么多年不谈对象，我不想耽误你。谢公，我心里有人了。那挺好，你当初也是被迫结婚，有心上人是好事。我去帮小陈。陈同志，你咋哭了？风迷眼了，快贴报纸！你给钟明拿根冰棍去。我不去，我贴报纸。星月，这单子上说啥？严重不？普通哮喘引发的支气管炎，不过你和宁宁都有先天性左肺气管狭窄，影响不大。咋这么巧？我跟这女娃气管狭窄的地方一模一样。CT 上看是一样的，再去问问专家吧。星月，你说有没有可能这证明俺俩有血缘关系？要是他俩真是咱谢家的亲孙女，我做梦都能笑醒。医生，一模一样的狭窄，是不是有血缘关系？首长，很多先天性哮喘病人都有肺部气管狭窄，这绝不能作为判定血缘的依据。星月带宁宁上厕所了。乔同志，刚买的，你和宁宁喝。谢谢。不用谢。谢叔，你先喝。叔，你喝吧，这还有呢。就他这股干脆利落的韧劲儿，像株野草，真让人心酸。乔同志，我和我爸还有事情，还要去一趟昆城厂区。我给你买好了回锦生的火车票，你带着2个娃在火车上要注意安全。行。乔同志，回城你一个人照顾2个娃，我有些不放心，所以给你们母女3人买了软卧，这是介绍信。乘务员查票的时候还会查介绍信，拿好了，别丢了。乔同志，别误会，介绍信只能这么开，才能给你们买到软卧车票。我咋会误会呢？感激你还来不及，快发车了，我们就先上去了。安安、宁宁跟钟金叔叔说再见。钟金叔叔再见，你要照顾好厂长爷爷哦。我和妈妈还有妹妹回家等你们。好，乖，和妈妈上车吧。爸，还没来得及问你，检查结果怎么样？不严重，按时吃药，多注意着就没啥事儿。钟明，我和宁宁都是左肺气道先天性狭窄引起的哮喘，要不是医生说很多哮喘病病人都有这种肺部缺陷构造，我又要怀疑安安、宁宁真是我的亲孙女了。谢叔，看样子您是真的很喜欢孙女啊，让钟明赶紧再娶一个，说不定真能给你生个宝贝孙女。钟明，你们家不是也有双胞胎基因吗？松华，你觉得乔星月同志怎么样？谢叔，你这是准备让乔同志给您当儿媳妇？谢叔，我觉得佳慧同志和钟明就很般配。之前钟明说了一句要等到晋升后才考虑个人问题，佳慧同志就一直等着，是个很专一的同志。谁知道钟明去茶店村会遇上胖丫这等事？现在既然胖丫和娃都掉河里淹死了，佳慧也单身，别乱点鸳鸯。你小子不厚道，人家佳慧等了你这么多年，你真的一点也不考虑她吗？我没让她等。谢钟明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佳慧多可怜呀，心疼。那你娶她。你可别乱开玩笑，我和佳慧只是纯革命友情，就算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对她最多也只是像哥哥关心妹妹一样。谢叔，我觉得乔同志虽然人挺好的，长得漂亮，人也能干，但是毕竟她死了丈夫，还带着2个娃，配钟明的话多少有些。松华，你可别说星月配不上咱家老四这样的话，我还怕星月这丫头看不上我们家钟明是一个2婚的呢。谢叔，单纯论长相来看，乔同志确实和钟明蛮配的，
可是这要门不当户不对啊！我们谢家可不讲究门当户对那套虚的，只要人品好，和老四有缘分，和老四在一起能好好过日子就行。老四，爸正经的问你一句，你对星月啥想法？爸，我这还没打离婚报告，哪有资格对乔同志有啥想法？等你把那离婚报告打上去了，就能正视自己的感情了。小乔同志一个人带着2个娃，顶着那么大非议在咱们家帮工，多不容易！你少拿人家当挡箭牌。谢老厂长，我们厂长请您和谢工立刻去一趟2号会议室。知道了，小谢，我们走。佳慧、松华，这是你们的调动通知书。调去哪儿？锦城老厂区，那边正准备上马新的重点科研项目。到了那边，你们要全力配合你们的老上级谢江和谢忠明工程师，明天一早出发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佳慧，回锦城对你来说是个机会，你别老躲着钟明，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松华，谢忠明上次已经明确跟我说过了，他有心上人了。啥？他亲口跟你摊牌了？你这条件在咱们技术部可是数1数2的，不比任何人差，怎么就不争一争了？我不跟他比。钟明今年26了，平日里眼高于顶，能让他看中的姑娘，定然有他自己的一身闪光点。感情这事儿勉强不来，这次回去我只专心搞我的技术。妈妈，钟明叔叔咋对我们这么好呀？谢同志确实是个心细周全的人，对咱们保姆和孩子都这么细致体贴，他媳妇以后指不定得享多大的福呢。真想不通，这么好的男人，到底图啥非要离婚？妈妈，我其实见过钟明叔叔媳妇儿的照片。钟明叔叔的媳妇儿是不是长得像画里走出来的仙女一样好看？安安，你刚说钟明叔叔的媳妇长啥样？才不是仙女呢，她长得有点胖，不过叔叔说她人挺好。胖？外面不都传他媳妇又高又瘦又漂亮吗？妈，你别告诉叔叔我说他媳妇儿胖哦，我答应过他的。妈，你咋不吃肉？完了，在谢家天天吃肉，你看妈是不是胖回去了？没胖，我妈最漂亮。宁宁别怕，妈在。赶紧滚！你这狐狸精杵这儿干啥？这床位是我们娘俩的。当狐狸精也得有几分样嘛。大婶，我要是狐狸精，一身黑毛的肥母猪，领着个肥猪仔。你骂谁肥母猪？我点名道姓了。咋？你自己上赶着认令？你想找死是吧？同志别动手，这床位本就是这位女同志的，我和她一起检的票。你们娘俩进来就抢铺骂人，太没规矩。嘿，咋的？你看她长得瘦又漂亮，想睡她是不是？帮着这狐狸精咬人。同志，话可不能乱说。你看她年轻漂亮就帮她说话，咋的？欺负我胖啊？我告诉你，这铺位就是我们娘俩的，谁也别想赶我们走。同志，麻烦这个座我来处理。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是我的票。你是现在自己滚出去，还是等乘警来把你铐走？哎呀，我说我的票咋不见了呢？原来是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偷了我的票！说是你的票，证据呢？拿出来。票上又没写你名字，凭啥不是你偷的？哼，瞧见没？我有介绍信，你没有，你拿不出证明，你就是偷票贼。等会儿看乘警怎么抓你。我妈妈才不是小偷，你才是大坏蛋。安安别怕，妈妈能解决。乘警同志，你可算来了！这女人偷了我的软卧票，你可得秉公执法，别看长得漂亮就偏袒她。闭嘴，少在这胡搅蛮缠。你说票是你的，拿什么证明？那他又怎么证明？你是不是被这狐狸精迷了眼，向着他说话？乘警同志，给我开介绍信的人叫谢忠明，是锦城老厂区的工程师，他现在人应该在昆城一厂，您去调度室打个电话，一问便知。好，你在这儿等着，我这就去调度室核实。谢工，谢老厂长，总台转过来的，说是昆明铁路线打来的长途电话，找谢工。钟明，莫不知星月和2个娃车上出啥事了？我是谢忠明，乔星月出什么事了？谢工程师，是这样，乔星月同志在车上把介绍信弄丢了，被人捡去冒领部位，我们现在需要跟您核实一下情况。对，车票和介绍信都是我亲手帮他办的，是他的。好的，核实清楚了。不过这趟车的软货有严格规定，不能随意给不相干的人员买票。请问这位乔先生是您的？如果说是保姆，按照规定这车票立刻就会作废，乔星月就得带着还在发烧的宁宁去硬座车厢骑。乔星月是我媳妇儿，她带孩子去大医院看病的，一路上麻烦你们多照顾。
乔同志，电话核实过了，确认无误，票和部位都是你的。凭啥说是他的？那上面写他名字了吗？就凭这票和信都是锦城的谢工程师亲自开的，而这位乔同志是谢工程师的亲媳妇。谢同志，他咋直接跟程景说我是他媳妇了？程景同志，你跟这狐狸精就是一伙的，你要是敢赶我走，我就到处嚷嚷这狐狸精是你的姘头。你再不让位，我立马以扰乱治安拘留你。你拘啊！你就是看她漂亮，想跟她乱搞男女关系。叔叔，车票都证明是我们的了，他们咋还不要脸赖着？小野种，你骂谁不要脸？信不信老娘撕烂你的嘴？程景同志，他不走，我亲自请他出去。乔同志小心，他这体格撒起泼来力气大得很。哎呦，什么东西扎我？我只推了你一下，大姐，你还是赶紧出去吧。我的胳膊断了，只是脱臼而已，等你们老实了，我自然会给你正果。乔同志，真是高手啊！老实了，还骂不骂人？不骂了，疼死我了！求你快给我接上吧！先道歉，向我闺女道歉，她有妈生有妈教，不是野种。对不起，小姑娘，是我嘴杂。向程景同志和上面那位大哥道歉，你污蔑人家名声。程景同志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嘴贱，胡说八道的。拿着行李，滚到走廊去，回你们自己座位老实待着。再敢闹事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乔同志，你这身手不来我们这儿干太可惜了，铁饭碗，一辈子衣食无忧啊！谢谢您的好意，不过我还得回锦城谢家干活，帮老太太调理身体。这位可是锦城谢工程师的爱人，难怪瞧不上咱们这儿。唉，真是个人才啊！兰姨，4点多你还借车来火车站接，太折腾了。钟明打电话交代的，我哪能放心？小唐，你怎么了？是急性阑尾炎，得立马送医院开刀。这荒郊野岭的，我也不会开车啊。我来开，兰姨，搭把手把他架到后座去。星月，稳着点儿，别怕，很快就到。星月，你竟然连汽车都会开，你还有多少能耐是我不知道的？妈妈好厉害！兰姨，你不会跟谢同志之前一样，又怀疑我是特务吧？想啥呢？兰姨是觉得捡到个无价宝。其实我爸下乡前在城里给大领导开过车，我跟着瞎捣闹，他顺手就教我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你爸真有本事。钟明，星月那丫头绝了，昨晚小唐突发阑尾炎，是他自己开吉普飙车送去抢救的。啥？乔同志还会开车？谢叔叔回来啦！哇！妈，你的纱巾，梨膏糖给奶奶的。妈，我给乔同志带了支钢笔，他人呢？在造福忙活呢。这小子以前出差从来不带东西，这次给全家都买了。我看就是想借着给大家买东西的名义，正大光明的送星月钢笔。乔同志，谢同志，正好饭快好了，你去歇会儿。这次回来，我给每人都带了礼物。我看你钢笔摔坏了，顺手带的，收下吧。我钢笔确实坏了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听我妈说，是你开吉普送小唐去医院，在山塘村你救了我，随后又懂英文进我家当保姆。我之前确实怀疑你，我身份特殊，之前多有得罪。真不怀疑了，理解你。快去洗手，准备吃饭。奶奶，你这腿都能拄拐走了。多亏了星月，你这梨膏糖真甜。钟明啊，给每个人都烧了东西，我和莹莹也有份儿吧？钟明哥，我的礼物呢？我跟你们熟吗？凭啥每个人都有，就我和我妈没有？我再问一遍，我跟你熟吗？厂里给你们分的单间宿舍已经批下了，明天你们就从我家搬出去。黄桂兰，这就是你们谢家对待救命恩人的态度。兰姨，我们没那个意思，对不起，最近确实打扰。莹莹，别说啥对不起，你要真觉得打扰到我们家了，明天就立刻搬去你们自己的宿舍。好你个黄桂兰，你们一家子忘恩负义！当初老邓救你男人牺牲的时候，你们说好的要照顾我们娘俩。打住啊，江春燕，你倒是说说，我们谢家哪点忘恩负义？说实事，哪件事对不起你江春燕了？我和莹莹没地儿住，你要赶我们走，这不就是忘恩负义？你没地儿住，我家老四不是去帮你申请了一间宿舍，咋的？
要我们一家几口搬出去，把屋子给你住，才算对得起你。莹莹，刚刚你自己说的，这段日子打扰到我们家了，这话是你自己说的吧？兰姨，是我说的，这段时间我们确实是打扰到你了，你也别生气了，我们明天就搬。那就行，明天你们不搬，我就找人把你们的东西都搬过去。哎呦喂，找人劝咱有这么搬走？你为啥不让我说？我今天非得跟黄桂兰撕破脸。既然他不看你爸的情面，那谢家也别想好过。妈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蠢？你和兰姨撕破脸了，我以后还咋嫁给钟明哥？你为我想一想好不好？你以为不撕破脸就能嫁给他？他压根就看不上你。妈，我都已经很难过了，你能不能别往我胸口捅刀子？都怪那个乔新月。兰姨，啥事儿这么愁？星月，安安和宁宁暂时还不能入学，文教局那边没办法协调，我亲自去跑了好几趟了，还是不行。没事，兰姨，我在想法子。安安、宁宁也不到5岁，我可以在家里先教他们一些知识。星月，其实兰姨还有个法子，如果你能在厂区大院找个可靠的人嫁过去，安安、宁宁也能重新上户口，就能解决。兰姨，我没想过再嫁人，不管嫁谁，那男人也不可能真心对安安、宁宁。我现在就想等高考后找个更有前程的工作，给安安、宁宁更好的未来。要是遇到个真心对你的呢？兰姨，我现在就想好好备战高考，为以后谋个好前程。不管走到哪儿，我都会经常回来看望您和谢叔，还有奶奶，你们就是我的恩人。星月，兰姨就跟你直说了吧，周明今天去递离婚报告了，他和他媳妇一直没感情，当初娶她也是被逼的。兰姨还想着，等周明离了婚，你俩要是能处对象，再重组一个家庭，兰姨做梦都会笑醒。星月啊，兰姨是真心想让你当我儿媳妇，我就怕你嫌弃我们家老四是个离过婚的二婚男人。兰姨，谢工程师那么优秀，前途无量，我怎么可能看不上他？但我真的没想过现在谈对象，我还要准备参加高考，那没关系，我让他死等，等到你高考结束。不是的，兰姨，我和谢同志真的不合适。咋不合适了？一个高大帅气有学问，一个高挑漂亮心眼好，连安安和宁宁，咱们全家都巴不得直接认作亲孙女亲孙子，多好的一家人啊！兰姨，我知道你们拿我当亲人看，但这事实在太突然了。好，是兰姨太心急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这事儿啊，咱先缓一缓，不急。离婚报告，厂长料事如神。胖丫那事儿我听说了，这错不在你，也是当年包办的旧账。既然登报寻人了，那就照规矩来，再等1个月，1个月为期。要是还没有那个胖丫的死活消息，你的离婚报告我亲自给你签字批复。是，多谢厂长成全。周明，那离婚报告厂长接了没有？接了，陈厂长发话，1个月内如果登报还没有胖丫的消息，就直接给批。好，下个月你就是利索的单身汉了，到时候就能跟星月光明正大、名正言顺的处对象了。妈，我这报告1天没批下来，我就1天还没利索。我不怕别人指指点点，但你必须顾及乔同志的名声。她一个年轻姑娘，带着2个孩子在大院生活，本就千难万难。要是让那些长舌妇乱嚼舌根，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做人？行，妈知道了，妈以后在大院里一定收敛点儿。不过，今天下午我试探着跟星月提了一嘴你俩的事儿，你猜，星月丫头是怎么评价你的？乔同志，他怎么评价我的？咋的？很在意星月对你的评价？那你先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相中星月了？你老实交代，我就告诉你。我只随口一问，但我没问。星月说你年纪轻轻就是厂里工程师，样样优秀，人长得还帅。你别高兴得太早。唉，我探过他口风了，他完全没有再嫁人的打算。你呀，慢慢熬吧，等离婚报告批了再说。高血压还喝，不要命了？佳慧回来了，我高兴。佳慧，爸知道你这么多年看不上别人，是心里还有钟明。这次等他离婚，爸豁出老脸给你们说亲。爸，我回来不是因为这个。他娶胖丫那天我就已经放下了，以后别再撮合我们，不合适。他这次是真要离婚了。我说我放下了。吃饭。钟明都要离了，佳慧咋还急眼了？等报告批了，要不你再去通个气。等下个月，胖丫要是再没消息，确认掉河淹死了，我再批他离婚。脸都白了，陈厂长不会没气儿了吧？卫生院的大夫咋还没来？赶紧把他搬到阴凉地儿去啊！别围着，散
把扇子给我给他挡挡太阳。都让开！大家退后散开，让新鲜空气流进来，别围得水泄不通。乔同志会医术，大家散开点，让空气进来。啥大夫？他就是谢厂长家的保姆，别把陈厂长折腾死了。乔星月，你个小保姆别逞能，陈厂长要是死了，你得吃牢饭。妈呀，乔星月，你要不要脸？你跟陈厂长亲嘴，你这骚狐狸，勾引完谢家男人，又来勾陈厂长，瞎嚷嚷啥？谢老太太瘫痪半年，就是小乔同学扎针治好的，这是救命！大家往后退，别堵着。佳慧，你来的正好，这小贱蹄子趁你爸昏迷，亲你爸的嘴，想勾引他。不懂别瞎说，这叫人工呼吸。佳慧，爸没事儿，就是突然晕了。女同志，太谢谢你了，回头我一定登门重谢。梅姨，昨天救我爸的女同志你认识吗？我想登门拜谢。你说乔同志啊，就在你兰姨家当保姆，叫乔星月。乔星月，难怪手法那么娴熟，一身闪闪发光，能被谢工程师看中的女人确实优秀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梅姨，那我先去谢家了。佳慧，听说钟明哥要离婚，你特意跑回来的？可惜你没戏了，他魂都被身边那狐狸精勾走了。就是昨天瞎成能救你爸那个，他那一出手，你爸病情更重了吧？死没死啊？邓莹莹，张嘴闭嘴狐狸精，你有没有点素质？我好心提醒你，要是没有乔同志，我爸就真醒不过来了。我感激他还来不及，收起你挑拨离间的心思。别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善妒。要是谢工程师真心喜欢乔同志，我会默默祝福，才不会上邓莹莹的当。